陆大夫，我能相信你吗？治病救人的时候，我就只是个大夫。裴云映在院子里等了很久，月光泼地如水，默默照亮整个院落。一声嘹亮的莺啼划破长空，打破死气沉沉的静夜。千金，郡王妃生了一位小千金，恭喜王妃，贺喜王妃！裴云映僵在原地，似是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片刻后才像回过神儿，三两步走到屋门，被银筝用胳膊拦在门口。大人，姑娘才接生了小小姐，可小小姐生来体内带毒，姑娘还得替她驱毒，恐怕还要等些时候，您现在不能进去。郡王妃如何？郡王妃没事，只是有些虚弱，裴大人可以放心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银筝便赶紧又钻回屋里。这位裴大人不笑的时候，总让人觉得颇有压力。主子，那位陆大夫可信吗？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主子，文郡王回府得知您扣下护卫和孟侧妃一事，极度震怒，正在院门口和禁卫们对峙，嚷着要您赶紧放人。让他滚远点，否则我就当着他的面剐了他的爱妾。哎，听说陆大夫是苏南人，陆大夫从前是怎么过中秋的？从前不过中秋。你也不必对我如此防备，至少今夜我们应该不是敌人。见他一直沉默，裴云映打量他一眼。怎么不说话？裴大人想说什么？多谢，多谢你今日出手相救。说实话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救呢。本来是不打算救的。那又为何改变了主意？因为不救的话，就没有机会让裴大人欠我一个人情了。哎呀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算上宝香楼那次，我也算救你2回了。哦，可我今日是因为救王妃才陷入危险，再者我一介平人，命可不如郡王妃母女值钱，算起来还是大人欠我的人情更多。谁说的？陆大夫是大夫，怎么眼里性命还有高低贵贱之分呢？有福之人人服侍，无福之人服侍人。郡王妃是被人服侍的，我是服侍人的，这就是贵贱区别。这么俗气？穷人一向俗气，从来都是坏人装成好人，怎么陆大夫还反其道而行之啊？好吧，那陆大夫想要多少诊银呢？裴大人，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救了王妃母女2条命，一条还你宝香楼下救命之恩，另一条望春山的事你就当没有发生，先前误会一笔勾销。怎么不提柯大老爷？你想蒙混过关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成交。你与他有何私怨我不管，这件事我不会再插手，不过下一次我不会包庇你。哎，对了，陆大夫，你师承何人呢？你说我外甥女所中之毒当下难以化解，若师尊出手。家师已丧世，我会努力的为小小姐解毒，裴大人可以暂时放心。你的伤没关系，回去用药就好了。王妃所中之毒乃日积长久所致，此毒隐蔽，下毒之人势必藏在府上，大人难道就这么算了？陆大夫有何指教？便帅，我送您一件礼物吧。一连10日，陆童都住在文郡王府中。出生的女婴体内之毒虽未完全驱逐，但因脱离母体，毒性不再蔓延，日后一点点用药养着，未必不能痊愈。裴云舒也渐渐好了起来。不知道裴云映做了什么，这10日里，裴云舒的院子里没有旁人进来，连文郡王都无法入内。老爷，外头的流言越传越甚了，再传下去，恐对太师府声誉有损。无妨，
范建与我府毫无关联，流言随他去吧。可是，此事与小公子有关。前年2月中，小公子在丰乐楼无意间伤了位良妇，后来良妇归家，纠缠不休。其家人上京找到审刑院，乡断官范正廉知晓情理后，主动帮忙将此事处理干净。因事出突然，小公子又惶惑不安，奴才便斗胆瞒下老爷，不想如今惹出大祸，请老爷责罚。此事啊，不怪你。此流言甚嚣尘上，只怕是范正廉临死挣扎，想将太师府拖下水。田家对贡举案正是上心，若被有心之人利用，范正廉一开口，小公子的事公诸于众，到底对公子声誉不利。那就让他闭嘴。是。等等，老爷有何吩咐？那梁夫人家，你再去查查。老爷是觉得其中有问题？流言传得蹊跷啊！范正廉也在官场混了些年，就算找太师府，也不至于如此的大张旗鼓嘛。此事非他之手。盛京盯着戚家的人不少，那梁府之事若被人知晓，多半被人当成手中刀啊。你去查查那家人日前情况，亲眷何在，找到了仔细的盘问。是。哎呀，那个孽障畜生，行如此无耻之事，玷污门庭，罚他禁足1月，祠堂面壁思过。哎呀，终是老夫教子无方之过呀！当年公子年少，却早已知错，日日愧疚。老爷对公子良苦用心，公子终会知晓。哎，罢了，你去吧。老爷，既要查那良妇，那让范正廉闭嘴一事，可还要继续？当然了。外头响起急促的敲门声，在夜里分外的清楚。可能是求诊的病人，我去看看。陆童走到门口，敲门声安静下来，他一手提灯，拉开医馆的木门。姑娘，是谁啊？陆童回首，正要说话，冷不防一道白亮刀光从身侧刺来，眼看已经来不及躲闪，就要挨上这一刀了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一道剑影从斜刺窜来，挡住刺向陆童心口的刀尖。夜色沉暗，浓云遮掩月光，躲在门口的偷袭者显然不是另一人的对手，不过交手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，被对方一脚踢中心口，长剑横于脖颈之上。陆姑娘，可有伤着？姑娘，这人你认识？进来说话。医馆门被关上，黑衣人被男子拖到小院中，银筝满脸狐疑，正欲开口，就见陆童从袖中摸出个小瓶，走到对方身前，弯腰捏住对方下巴，将瓶中物硬生生全灌了进去。姑娘，这是要杀了他吗？只是一点软筋散，怕他自枪而已。他是来杀我的。私闯民宅，试图行凶，圣经天子脚下，竟出如此贼子狂徒。哦，望春山那具尸体的凶手到现在也没找到，说不定就是他干的。少他娘废话，要杀要剐给个痛快。私自用刑的事我们医馆做不出来，危险之人当然要交由官府处理。报官吧，银章。申大人，我是仁心医馆的大夫陆童，今夜有人闯入我医馆，试图行凶，被人制服，事关人命，特意将行凶者带到大人跟前。他怎么不动啊？怕此人自枪，
我为了他一点医馆的散药，服下四肢无力，以便大人审问。你且说说今夜发生何事？今日医馆关门后，我与婢女回屋休息，忽然听见门外有人敲门。等我起身开门后，此人持刀试图对我行凶。多亏这位壮士挺身而出，替我捉住贼人，救我性命。等等，都这么晚了，这位壮士怎么这么巧在这里，还刚好救了你？在下殿前司指挥裴大人禁卫清风。今日陆大夫前去文郡王府，衣箱遗落府上，王妃令在下送回。刚至医馆，正好见歹徒行凶。郡王府？陆大夫去郡王府干什么？郡王妃与民女投缘，特意邀请民女参加小小姐喜儿会。陆童不过是个普通医女，歹徒上来就杀人，不可能是为财。但要说寻仇，他一个大夫能有什么仇怨呢？正沉思着，突然听得门外铺兵们喧哗起来。吵什么呢？别打扰我思考。看来申大人已经有了头绪。裴殿帅，原来你们早到了。大人这是……因此事事关重大，清风公子便使人将此事告知裴大人。没想到裴大人会亲自前来。或许大人是想到此人可能是望春山那具男尸的凶手，所以才会如此上心吧。你说这人是望春山悬案凶手？我也只是猜测。说呀，为什么行凶？望春山的案子是不是你干的？不说实话，大刑伺候。申大人，你这样呢是审不出来的。请裴大人指教。本来此事我不应该插手，但望春山一案有关殿前司声誉，我也不好放任不理。是。来之前，我让清风搜过此人身，寻信物查了下此人的底细，申大人不会怨我多事吧？怎么会？大人这是帮了巡捕屋大忙，下官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他算是看出来了，裴云映根本对这个案子就是势在必得嘛。到这里只是为了过一遍巡捕屋的手，显得光明正大一些。王善，这么晚了，你妻儿应该已经睡下了啊，不如现在将他们从槐花街请来。我说，望春山的人不是我杀的。那指使你行刺陆大夫之人是谁啊？是孟侧妃，是文郡王府的孟侧妃。申应峰眼前一黑，所有的困惑与怀疑在这一刻骤然得解。然而戏台子都已经搭到巡捕屋里了，他这个巡捕首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唱。胡说，孟侧妃与陆大夫无冤无仇，为何指使你去行凶啊？我不知道。陆大夫有何见解？陆童面露难色。说吧，不用怕。我与孟侧妃不过一面之缘，当日郡王妃急产，我替王妃接生，但其实若按时间，王妃孕期还未至。不过好在王妃与小小姐吉人天相，一切顺利。王妃曾与我说过，急产一事事发突然，有些蹊跷，不知与此事有没有关系呢？大人，这事关王妃，也算我半桩家事，如此我便不好插手，还是先将此人交由申大人。背后之人真要是孟侧妃，当然有别的证据，不过嘛，在那之前，麻烦申大人先看着人，别让人死了。这是把烫手山芋丢给我了。也好，方才我们将此人带到巡捕屋，一路许多人都看见了，想来不久就会传遍城中，说不定此人同伙还会动手，申大人千万小心。这一路都被人撞见了，说不是故意的我都不信，这就是死活要拉我一道下水呗。是，大人放心，下官一定秉公办理，死死盯着这人的。没受伤吧？陆童摇头。时间还早，陆大夫要不要逛逛？
不必了，我还要回去制药。陆大夫好像总是很忙啊。15那日，他替裴元叔催产。殿帅，我送您一样礼物吧。哦，什么礼物？王妃所中小儿愁，圣经应当含有，下毒之人势必藏在府上。但此刻事情败露，对方已有准备。大人想要揪出背后之人，须会费一番周折。况且，最后结局并不一定尽如人意。陆大夫有何高见？裴大人插手，对方必不敢轻易动手。但我替王妃解毒催产，对方势必视我为眼中钉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我又并非是千金贵女，一介平人，不足为惧。只要稍加刺激，对方多半会对我出手。大人只要借我几个人暗中保护，或许就能捉住背后之人了。陆大夫好似对平民官家间芥蒂很深呢。实话实说而已。成交。陆大夫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该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不用，太晚了，恐怕惹人误会。没想到陆大夫是这样一个精心明洁之人。既然如此，太府四亲府上，夫人误会你我之间关系时，你怎么不解释？陆童按住心虚，平静地开口。口是长在别人身上，旁人误会也解释不清，我都不在意，殿帅也不必放在心上。可我怎么听说是陆大夫自己暗示与我关系匪浅的？陆大夫这样四处毁人清白，你未婚夫知道吗？不劳殿帅费心，我未婚夫大度得很。哦，是够大度的。无论如何，今日我都帮殿帅抓住了人，这人日后如何发落打算，都看裴殿帅自己。大人只需要记得欠我一个人情就好。我当然记得，这么大的人情，说吧，下一个想杀谁，我可以帮你。多谢殿帅，不过我过去没有杀人，今后也不打算杀人。陆大夫真是滴水不漏啊。裴大人很会见缝插针。行，那你想要什么报酬？现在不用殿帅还，等日后想到了，我会向殿帅讨的。喂，你该不会是想讹我吧？大人应该会说话算话吧？看来是真想讹我了。但愿陆大夫所托之事不要太惊世骇俗，否则我岂不是赔大了？我尽量。去吧，清风送你。陆童对他点头，朝着马车走去。陆大夫，此事已了，但不敢说今后太平。陆大夫，需不需要清风继续保护你？多谢大人好意，但是不必。我行医配药，医馆中多有毒虫蛇蚁，若不知事之人贸然闯入，恐怕会出人命。清风朝他看来，裴云映摆了摆手，马车便驶进盛京繁华的夜里，渐渐没了踪迹。裴云映，给本王让开！嘘，安静点，宝珠还在睡觉呢。裴云映，你想干什么？木生，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不会以为还能若无其事蒙混过关吧？和离书都给你写好了，你照着誊抄一份就行。原来你是为了这个，休想！别说和离书，休书我都不会给他，我就是要他耗在我郡王府，死了也要做我郡王府的鬼。你疯了！哎呀呀呀呀！郡王好威风呀！不知郡王去年包揽七引成功水利钱粮时，也这样威风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自然知道。我呀，一向很关心郡王。你这么做，不怕我告诉你爹？郡王，难道你不了解昭宁公？他要是知道这些事，只会与你断得更快。不过也许你挑拨得好，说不定还能见到我们父子相残的画面。和离书与程素，郡王选一个吧。
文具王妃与文郡王和离的消息一经传出，所有人都觉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你在做什么？陆童心中一震，怎么是他？怎么才上来？把门关上。陆童便低头走到门口，将门掩上了。不会说官话？陆童点点头。不倒酒吗？陆童顿了顿，只好走了过去。会不会弹琴啊？沉默了一下，陆童轻轻摇了摇头。听闻玉仙楼新来的舞姬翠翠，巨似飞燕，秀如回雪，一无可愁百湖明珠。我还没见识过，那你跳支舞吧。陆童无奈，只得往前走了几步。正当他僵硬地抬起胳膊时，身后又传来一声：哎，算了，香炉灰撒了一地，不便起舞。这样吧，你来给我揉揉肩。陆童走到裴云映身后，深吸一口气，双手搭在他肩上。怎么心不在焉呢？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下一刻陆童的手被人握住，一阵天旋地转，他感到身子被人往前一拽，一下子扑到裴云映身前。玉仙楼里的红曼姑娘芳容端丽，冠绝无姬，不过我看千花万柳并不如一，相交已久，十面何迟？不如让我看看你的脸。言罢，抬手做事要去扯陆童的面纱。陆童一惊，猛地退后。香香歌喉清丽，翠翠舞韵绵长，轻轻一笑愁千金。彤彤，你会什么？怎么认出我的？别的姑娘眼睛情意绵绵，你那双眼睛方圆10里都能感觉出杀气，能骗得了谁呀？陆大夫今日不太一样啊，长了这么一双温柔的眼睛，偏偏杀气这么重。陆大夫，你这样动不动就杀人，今后你未婚夫知道了怎么办呢？裴大人这样动不动就逛花楼，日后你夫人知道了怎么办？日后我有了夫人，就不逛花楼了。那我不如殿帅大度，日后我未婚夫知道了，我就杀了他。那你今日来是做什么的？来杀未婚夫的？时候不早，我就不打扰裴大人好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就走了？怕被人撞见，有殿殿帅方明。言罢，往门口走去。陆大夫似乎还没弄清楚状况，真以为自己走得了？陆童脚步一停，回身冷冷望着他。不是我，玉仙楼第3层一般人上不去，这里是西阁还好，那边东阁有护卫把守，不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但你这么稀里糊涂闯进来，多半已经被人发现了。我猜啊，外头正有人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陆大夫，你惊动人了。仿佛为了印证裴云映说的话，紧接着外头响起人杂乱的脚步声。外面是谁的人？不知道啊，王孙公子豪门贵客，无非都是那些熟人。陆童往他身前走了2步。殿帅能不能帮我？不能，我与陆大夫非亲非故，帮了陆大夫就要得罪别人。哎呀，圣经那些疯狗很难缠的，我从来不自找麻烦。他越过陆童身侧，似乎想要开门离去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袖。大人好像忘了，还欠我一个人情。当日军巡铺屋外，我以身作饵，送了裴大人一件礼物。当时我说，现在不用殿帅还，等日后想到了，我会向殿帅讨的。现在，我想向大人讨回这个人情。哎，你这是挟恩图报啊！裴大人想出尔反尔。裴云映扬了扬眉，正要说话，外头突兀地响起敲门声。有人吗？金丝暖帐银屏亚，陆童被他按在被侵中，一头银饰在青玉枕上清脆作响，很有几分玉枕拆生碎的香艳。别动！
外头敲门声愈发急促，陆彤已经明白他的意思，想了想，便伸出双手环住他的腰，往他身畔又贴近几分。在这一刻，他只是紧紧贴着面前人的身子，拥抱着他，依偎着他，像无数风月锦城中的有情人一般。紧接着一声闷响，有人闯进来。出来！谁啊？裴殿帅。裴云映笑笑，伸手将陆彤揽进怀中，顺手扯过床上锦被，将他裹紧。陆彤顺势搂着他的腰，将头半埋在他怀里。七公子，没想到裴殿帅今日也在这里。今日不值守，七公子这是做什么？我的侍卫发现这层楼有可疑人混入，在这附近游走。裴殿帅没看见？没有啊，我忙得很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原来如此。还未恭喜七公子生辰。扰了殿帅兴致是我之过。今日在下生辰，殿帅不如一起坐坐。陆彤心中一沉，指尖威胁般地掐住裴云映的腰间。算了，良夜匆匆，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戚玉台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招呼身侧人离去。喂，陆大夫，可以放开我了，他们已经离开了。陆彤松手，一下从床上站起身来。刚才是什么人？当今太师府家公子戚玉台。他想拉拢你？没，我可没打算答应。我什么时候能离开？现在不行，你我当下还在云雨一夕，做戏做干净。再过一阵儿，我让人送你出去。你们这些王孙公子，出门在外，一向都有这么多暗卫守着吗？分人，他是，我不是。时候还早，喝茶吗？茶？不是酒吗？喝酒误事，我让人换茶了，差点被你连累啊！喂，陆大夫，今日你算是欠我一个人情。若不是被你牵绊住脚步，我根本不会留在这里。上房一夜100两银子，便宜你了。陆大夫，好好休息片刻。外头有人敲门，裴云应道：“进来。”大人，戚玉台歇下了。你叫红曼上来。裴大人，我的丫鬟银铮尚在楼内。哇，陆大夫，你胆子真大呀！他对清风道：“你找一下，注意啊，不要惊动其他人。”清风颔首离去。不多时，又有人在外敲门。世子，带他出去吧。是。走吧，姑娘。裴云映目光顿了顿。你查一下，今夜玉仙楼3层都有哪些贵客？他从不白费力气。陆大夫，昨夜雨大，陆大夫走得匆匆，没着凉。裴大人到底想说什么？不知陆大夫知不知道，范正廉死了。范正廉死前曾有流言传出，他勾结礼部操纵贡举，是太师府的意思。之后不久，范正廉就在狱中悬梁自尽，有人怀疑是太师府灭的口。大人难道以为我有这个本事，能让狱中囚犯悬梁自尽吗？嗨，陆大夫当然没那个本事了。不过昨夜是七太师嫡子戚玉台的生辰，陆大夫扮作舞姬上玉仙楼3层，恰好就是戚玉台所在的宿阁。我在想啊，陆大夫不会一开始想要对付的就是太师府吧？你们在干什么？陆彤怔了怔，往后退了一点，拉开与裴云映的距离。裴大人，我们陆大夫可是有婚约在身的，平时举止还是要多有分寸。婚约？掌柜的见过陆大夫未婚夫？呵呵，那当然了，陆大夫的未婚夫年少有为，家世高贵，陆大夫又与人家有救命之恩，人家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儿，我们陆大夫上京就是为了履行婚约。怎么没看见他呢？高门贵府，规矩大，又在宫里当差，忙得很。
哪能天天跟狗皮膏药似的到处乱晃啊？还有差事在身，改日再续。陆大夫，走啦。言罢，转身出了医馆大门。有人自背后按住他手臂，令他动弹不得。嘘，别动，是我。裴云映瞥一眼陆彤手中的簪花，还好我动作快，这上面不会有毒吧？殿帅这是做什么？有点麻烦，想借你这里暂避一下。不好，我与殿帅非亲非故，帮了殿帅就要得罪别人。圣经那些疯狗很难缠，我从来不自找麻烦。呵呵，陆大夫真是睚眦必报啊！多谢夸奖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我要是在这里被发现了，连累了你也不好吧？万一别人以为你我是一伙的，这样一来，陆大夫也要被牵扯。我是无所谓了，但陆大夫要是被追究，查着查着，查出什么秘密来，耽误了你要做的事，岂不是很麻烦？跟我来。医馆门口站着一群军巡铺屋的铺兵，气势汹汹的一推门，全涌进医馆。对不住，陆大夫，又要叨扰你一回了。无妨，不过申大人这是做什么？不会又接到了有关仁心医馆杀人埋尸的举告？那倒没有。今夜宫里有刺客逃逸，满城都在搜人，我们巡捕无误也被叫下来。陆大夫在这儿没见着什么可疑人？没有。那就怪了。刚刚我们人马追着刺客过来，好像瞧见有人影在你们医馆门口。是吗？我没见着什么人。医馆门口有阿成堆的雪人，或许大人们是将雪人看差了。也许吧。那边是什么？是厨房。仔细搜搜厨房。申应凤快步走进去。那些厚厚的草垛下，竟藏着几只半人高的漆黑瓷缸。陆大夫，这是什么？是一些平日制药用的药材。从瓷缸里传来窸窣声，伴随着周围铺兵的惊叫。申应凤愣愣地看着瓷缸中的东西，良久，有些惊魂未定地转向陆彤。这是蛇。医馆制药有时需要用到新鲜蛇蜕与蛇血，这是花银子从捕蛇人手里收来的，是制药的药材。陆大夫，你这是要炼蛊？申大人不知，药有七情：独行者、相虚者、相识者、相恶者、相反者、相杀者。相杀者制约彼此毒性，这些毒物放得好，也是救命之良方。今夜贸然打扰陆大夫，实在是深冒不适。这头没什么事了，对不住啊。陆大夫赶紧回屋休息。走了。这群铺兵们又如来时一般，风风火火地离去。姑娘，没事，你到里铺守着，小心有人过来。裴大人，人已经走了。这么容易就被你骗过去，难怪圣经治安越来越不好了。人还没走远，需要我将他们叫回来吗？你都是这么骗人的，人前菩萨人后罗刹。人前天子禁卫，人后宫中逃犯。裴大人与我不过半斤八两而已。早知道陆大夫这么厉害，先前就不得罪你了。你受伤了？有药吗？卖完了。陆大夫，你不是说治病救人的时候你就只是个大夫，现在这个时辰你应该还是大夫吧？沉默片刻，陆彤走到屋中柜子前，找出衣箱，从里取出一只药瓶，走到裴云映跟前，往桌上一顿，50两银子。喂，你这是坐地起价呀，陆大夫。求医问药，明码标价。我以为你要向我讨个人情。裴云映摇头笑笑，好脾气地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放在桌上。陆大夫很是务实啊。外面人已经走了，殿帅什么时候离开？眼下你我在他们眼里是同伙，出去撞上人，
陆大夫也逃不了，还是再等等。不上药吗？裴云映只拿起桌上药瓶，药瓶不大，瓶身精致。他拔掉塞子，犹豫一下，撒在肩上。你上药隔着衣服？你屋子太小。那又如何？殿帅上药还要跑着上不成？我在你寝屋脱衣上药，陆大夫不怕有损闺誉？别忘了，你还有个未婚夫呢。裴大人多虑，在我眼里，你和当初埋在树下的半块猪肉没有任何区别。你说话真难听。裴云映不再踟蹰，伸手撕开肩头被利器划开的衣料。衣料撕开的瞬间，裴云映皱了下眉。有水和帕子吗？有。多谢。加银子就有。裴云映看了看眼前的热水，想了想，把刚才陆童还给他的50两碎银往陆童面前一推。够吗？勉强。裴云映擦完伤口，放下手帕，拿起药瓶往肩上撒药粉。他一只手不太方便，药粉一半撒到伤口上，还有一半撒到了地上。暴殄天物。哼，陆大夫，你我虽然算不上朋友，至少也是熟人，这样对一个受伤的人不太好吧？陆童起身走到裴云映身后，夺过他手中的药瓶。伤药很贵，你再浪费，就只能另付50两，再买一瓶。有劳陆大夫。陆童一只手扶上他肩头，裴云映身子微僵，下一刻，陆童一扬手，撕拉一声，裴云映倒吸一口凉气。一点小伤，殿帅何苦大惊小怪？陆大夫这是公报私仇啊。怎么会？上药总会有点痛感，裴大人切勿讳疾忌医。好吧，你说了算。上过伤药还得包扎。陆童从医药箱里捡了包扎用的白帛，走到裴云映身后替他包扎。这里曾有旧伤。是啊。像仇人为你缝的。算是吧。大夫是个小姑娘，刚从医不久，医术呢是不如你，不过报复心倒是和你一样强。你做了什么他要报复你？也没什么。几年前我在苏南被人追杀受伤，躲进刑场后的死人堆里，在那里遇到一个偷尸体的小贼，他救了我，给我治伤，不过不太情愿。陆童一怔，说起来遇见他那天也下了一场雪，那可是苏南10年难遇的大雪。陆童一瞬间明白过来，他是在那场大雪中自己遇到的那个黑衣人。陆童盯着对面的人。怎么这样看着我？我只是在想，他这样报复你，你居然没生气。只是个小姑娘，又是我救命恩人，如果生气岂不是恩将仇报？同是天涯沦落人嘛。哎，说起来你和他还真有点像。他还是个孩子，当年呢也不过11、12岁，个头才到这里，大概初出茅庐，医术不及你，不过呀你比他凶得多。银灯结花微蕤，如灿灿红丽。陆童望着桌上孤灯出神，一只手在他面前晃了晃。陆大夫好像有很多心事啊。裴大人如果能少不请自来几次，我的心事会少很多。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这画面有些似曾相识。雪快停了，陆大夫，多谢你今夜出手相助。不客气，大人付过诊银的。那我下次再来登门致谢。言罢，提刀就要离开。裴大人，50两，别忘了。多谢。陆大夫，老爷托小的给您拜年，这是先前您托老爷办的事儿，老爷让我带话给您。陆大夫只管好好准备春事，一行那头都打点好了。拿到春事名额了。陆童望着手中薄薄的铜片，
眼中也浮起淡淡的笑意来。今儿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去，把炮竹拿出来，给我们陆大夫庆祝添个响。啊！殿帅府小院里，回来了。是，大人。清风进门，从怀中掏出一封密信呈上。大人，所有能查到的有关陆家的消息全在这里了。啊，辛苦你了。前些日子因太师府举止奇异，裴云映让清风亲自走一趟长武县，打听陆家消息。长武县陆家在1年前家中活人尽数死绝，陆家宅子被烧毁大半，属下进宅搜寻，没发现什么线索。陆家一定是冲撞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怎么邪门成这样？刘坤？刘坤是陆启林的表兄，所以刘坤亲手将侄子送进牢狱。是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陆启林曾有个小女儿陆敏，于17年前元日降生，但在8年前长武县爆发瘟疫时走丢。我查到的人说是跟拐子走了，也许是死了。陆家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找孩子，但始终无果。长武县里打听不到陆敏这些年的任何消息。大人可怀疑陆大夫就是陆敏？不错，我怀疑他就是陆敏。可仅仅只是因为姓陆，这么多年没有任何有关陆三姑娘的消息。也许对方只是借着陆三姑娘之名行事，又或许背后还有别人。单凭陆三姑娘一人很难做到此种地步。也许吧，也许有人帮他。我出去一趟。大人，啊，这些日子辛苦了。今天是除夕，自己回去休息吧。他推门走了进去，陆童关上门，朝里走了2步，陡然间汗毛直立，猛地看向窗前，昏暗烛火下，不知何时站了个人。那人倚着桌角，正低头看着手里一张薄薄纸页。这是你的复仇名册吗？哎，怎么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呀？年轻人笑了一下，盯着陆童，逆着光影，一步步朝他走来。谈谈吧，陆三姑娘，陆敏，为什么写我的名字？名册上写着很多名字，柯家、刘家、范家，这是划掉的，也有许多新添的，太师府、七玉台、翰林医官院，这是没有被划掉的。只是好奇。好奇什么？好奇如果遇到今日此种境况，裴大人会站在哪一边？你不会也想杀了我吧？这取决于你想站在哪一边。若我站在另一边呢？意料之中。现在大人知道我的秘密了，你打算送我见官吗？像刘坤送我哥哥那样，美人春愁之景，却令裴云映心中即刻闪过一丝异样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飞快掠过。心念闪动间，裴云映猛地出手，雪亮匕首在空中划出一道银光，女子握刀的手被裴云映紧紧钳制，猛地推开。死性不改。大人反应真快。陆童嘲讽。裴云映正想说话，仆一张口，忽觉身体有一股凝滞，心头一紧，下一刻桌上那只香炉被劲风扫过，滚落在地。卑鄙！脚步有片刻的不稳，那女子已经重新握紧匕首朝他刺来。裴云映沉下脸，银雾长刀出鞘。之前就已经提醒过大人，医馆处处都是毒物，说不小心闯入死了，也怨不得别人。你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废物？银雾刀轻轻一挥，陆童手中匕首从中断为2截。陆童心下一沉，太短了，燃香的时间太短了。大人自然和那些废物不同。
放心，你死了，我会把你埋在那棵梅花树下。大人肉体到底比当初那块死猪肉美艳得多，充作花肥，一定会让梅树开得更动人心魄。方才被推被撞，匕首被银刀冲来带起的刀锋划破手指，鲜血如注。然而陆童根本毫不在意，只握着断为两截的匕首朝他冲来。拦了路，就去死！就在千钧一发时，他倏然住手，蓦地调转刀尖，迎着冲来的人，狠狠扣住他手臂，反手一推。陆童被推得脊背撞倒在供桌上。这是？他凝眸望去，陆童正在捞那几只瓷罐中的泥土，他捞得慌张又着急，好像生怕再晚一点就捞不起来似的。他甚至还试图去捞那罐已经洒了的水，水从他指缝间流走，滴落在泥土屑中，分不清哪罐是哪罐。这是坟土？陆童没有回答，他努力伸手去捞那些混在一处的坟土。他从长武县老宅里带回大火的余烬，从上京的水路船上舀起滚流的江水。他在野狗围望的乱坟地挖起雨淋过的潮湿黑泥。他偷偷去姐姐无人祭奠的墓地，带走一小块黄土。而如今那些泥巴江水混在一起，浑浊的混乱的，像被弄脏的眼泪从他指尖滑落，什么都留不住。挽留那些泥泞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，直到最后凝固不动。他跪坐在地，呆呆地看着满地狼藉。你想进翰林医官院，为了对付太师府？也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？戚玉台是戚青的儿子，杀他是痴人做梦。所以呢，我们家是普通人家，几条人命就这么白白算了，凭什么？只有在你们这些贵族子弟眼中，人才分3、6、9等，在阎王眼里只分死人和活人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难道你不想得到公平？大人很清楚，就算此案交由大理寺，也不会有半点不同。他是太师之子，有的是替罪羔羊为他前赴后继。就算真的定罪，重重拿起轻轻放下，关起门来都是自己人，他又不会死。真相如何不重要，洗清我家人的冤屈也不重要，只要他们活着一日，公平就永远不会到来。我告诉你什么叫公平。戚玉台杀了我姐姐，我杀了戚玉台，一命抵一命，这才叫公平。我不需要帮忙，我自己就能找到公平。忽然间，一只绣着苍鹰的手帕递到自己面前。擦擦吧，我被你说服了。拿着吧，陆大夫，我没兴趣骗你。光影朦胧的夜里，裴云映半跪下身，捡起被摔得满地都是的那些瓷罐的碎片。你做什么？陆大夫，你现在的眼神呢，仿佛刚刚想杀人灭口的人是我。抱歉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帮你再寻。殿帅到底想做什么？陆家的事，我当不知道。我以为殿帅今夜是来兴师问罪。本来是要的，但今夜不是除夕吗？除夕夜抓人，
我也不是那么不讲人情。陆童望着他，尝试辨别他这话的真假。信不过我？没有。真没有？喂，不会背地里又在纸上写我名字吧？那别打歪主意啊！就算你真能杀了我，只要沾了我的血，狮子一来就会发现，更别提将我埋在院子里了。你真不打算交由大理寺？不，我不想听他们假惺惺的道歉。陆三姑娘。什么？今夜我没来过，你也没见过我。日后我不会包庇你。殿帅能退这么一步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算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陆童回过头，他已经收刀归鞘，推门走了出去。他正想叫住裴云映还帕子，就见刚走到院中的人脚步一顿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又回头走来。须臾，他从怀中掏出一方木盒，放在桌上。此时已过，元日了。陆三姑娘，生辰礼物。裴云映离开医馆时，德春台的欢乐还未停。西街无人，靴子踩在薄雪上，发出窸窸窣窣的细响，像盐粒清爽，不似黄泥黏腻。被江水浸过的，沾满了香烛气息的坟土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人呢？下不了手，我去。站住！他要对付太师府，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戚家现在有用，留着他坏事。他一个医女能坏什么事儿啊？你到底为什么不动手？人情债总要还的吧？他救过姐姐和宝珠的命。是情债还是人情债？我是那种会被美色冲昏了头脑的人吗？你夸她美了。殿下如今正值关键，如果被老师知道……哼，好兄弟，只帮你瞒着一次。谢了。萧竹风走了，巷子里又只剩下裴云映一人。我告诉你什么叫公平。戚玉台杀了我姐姐，我杀了戚玉台，一命抵一命，这才叫公平。我不需要帮忙，我自己就能找到公平。没有裴家，没有昭宁宫世子这个名号，我一样能报仇。来日方长，我们走着瞧。裴云映闭了闭眼。圣经同一片长宴下，人与人欢笑与悲痛从不相同。就如子时那一刻，无数人家庆祝那瞬间如雨星河的灿烂美丽，而他在满地坟土中被一滴泪打动。来来往往的人群中，不远处正站着一个年轻女子。大冷的天，她披着一件银白底色翠纹斗篷，小摊前人流嘈杂喧闹，而她正仰头在看头顶夜空中闪烁浮灯。她看得很认真，认真到近乎虔诚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哎，姑娘，喜欢浮灯啊？要不要带一盏走啊？好啊。裴大人。哎，没想到陆大夫也会来关灯啊，我以为你对这些不感兴趣。偶尔为之，不如裴大人平时有闲。小姐，今夜元宵，咱们小摊凑热闹，3支箭，您要是射中那个啊，嘿嘿，就送您一盏花灯。小姐喜欢灯，这位公子一看就剑术不凡，帮小姐赢一盏吧。我自己来。持弓的动作看起来稍显吃力，搭箭的手势也不算是熟练。裴云映看了片刻，上前握住他手臂。别晃。陆童抬头，能看见对方漂亮的下颌，
他的手臂从背后伸过来，环住他肩头，像是若即若离的怀抱。还是太过亲密，陆彤微微蹙眉，搭着弓箭的手一松。哎呀，姑娘好剑术啊！力气真大，怎么练的？杀人埋尸练的。你之前就会？我也没说我不会。小姐射中了福子，来挑一盏灯吧，来。陆彤手中竹竿轻巧地越过蝴蝶翅膀，却把旁边那盏灯挑了下来。小姐，您是不是挑错了呀？没挑错，我就喜欢蛤蟆。陆彤提着灯对摊主点头，就要离开。小姐，您还没付钱呢。你不是说射中福字就送一盏灯吗？是的呀，这灯不要钱，可是射箭要钱呢。我不要了。这给我吧。陆大夫聪慧过人，怎么总在这种事上受骗呢？是盛京人太会做生意了。身后传来一声轻笑，裴云映几步追上，把那盏蟾蜍灯塞到他手中。殿帅付银子的灯，给我做什么？春事在即，蟾宫折桂的兆头，我可不敢要。等下见到银筝，我会把灯笼钱还给殿帅的。不用见外，算我提前送你的春事贺礼。裴大人，怎么？日后还是多注意自己的举止吧。你总是这样，会让我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误会大人想帮我。姐姐，买赌鹅儿吧。陆彤摇了摇头，拒绝了。小姑娘有些失望，推着竹架子离去了。新年了，戴白色不吉利。我以为你会戴那对金蛱蝶。多谢殿帅好意，不过今世不适合我。之后我会让人把东西还给殿帅。不用，送出去的礼物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我不习惯收人礼物，像欠债。那就当欠债吧。我是你的债主。哎，陆敏是你的真名啊？是取敏于事而慎于言之意？不是，是取聪于敏，可视而不可视也之意。我还是更喜欢你现在的名字，彤彤。有一元复始之感。陆大夫好像读过很多书啊。我爹是教书先生，他认为姑娘应该多读书，以免日后被人骗。我和姐姐都是他亲自开蒙。令尊很有见地，可惜没什么用。我姐姐念书念得比我好多了，她写的文章拿到二哥书院中去，先生也交口称赞。她若是男子身，能下科，长武县说不准早就出了一个状元，可还是被骗得命都没了。我们一家都是读书人，但你看结局，诚然如此。读书换命，只是穷人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。世上最没用的人，就是读书人。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圣经能将梁朝律研读至如此透彻，似乎也只有你了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还不被发现。陆大夫，你很厉害啊。沉默片刻，陆彤正要说话，突然发现裴云映目光越过了他身后，凝在某处，神色有些异样。他是看到什么了？陆彤下意识要回头，才一动就被裴云映按住肩膀。没等他反应，一片阴影覆盖下来，陆彤的脸颊碰到对方冰冷的衣襟，裴云映挡在他身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按着他手的力道小了一些，他松开了陆彤。你刚才看见了谁了？一个你不想见到的人。陆大夫，怎么了？戚家在查你，只查到陆柔，还没到你的地步，但长此以往，未必不会暴露。我知道了。戚家还有什么动作？
哈，你现在是在我面前装也不装，破罐子破摔了是吗？裴大人不是说过，我们是一伙的吗？现在不是了。姑娘，姑娘！哎，你朋友来了。3月春事，祝陆大夫一切顺利。承蒙吉言。裴云映没说什么，直身离开，走了几步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叫住陆童：“大人还有何事？”今后会有更多危险，陆大夫，自己小心点。男子的身影消失在匆匆流过的人群中。姑娘，可算找到你了。阿春买完园子，回头说你不见了，吓了我一跳。陆掌柜说你会在西棚这边等着，我还不信，还好他没说错。唉，今年春事恐怕合格的人不多。那是自然，纪巡几大人出的题目，就是翰林院医官院的医官都未必能答上，何况是那些毛头小子。何止，今年还多了一科验状科，真是疯了。衙门有专门的仵作，咱们医官院凑什么热闹？时间过得很快，最后一科考卷答完，主考官收完考卷，持续3日的春事正式落下帷幕。陆大夫，陆大夫，恭喜陆大夫春事红榜第1啊！周围轰然响起西街街邻热闹的贺喜声。哥，你听说了吗？太医局春事，陆大夫得了第1，第1！哥，我们要不要准备贺礼送去西街啊？你不是怕他吗？那就是因为怕才送的嘛。你想想啊，日后他要是进了宫，万一咱们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，偏被安排了太医诊，那岂不是将性命交由他手中啊？这一不小心……他比了一个杀头的姿势。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？送，不拦你。得了裴云映首肯，段小燕兴高采烈地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在高兴个什么劲儿。你不打算阻止一下吗？陆童要进医官院了。我说过了，不会包庇他。你已经在包庇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对他的事格外在意啊？是你太不理智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萧竹风哼了一声，起身离开屋子。出门时与要进来的清风碰了一个正着。东西找到了没有？已全部找到，一样不差。去吧，送到仁心医馆。是。你在干什么？裴云映一顿，转过身来。裴大人。陆大夫？啊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陆医官了。陆童左右看了看，见四下无人，突然伸手拽住裴云映袖腕，快步走向另一头。裴云映微怔，目光落在他拽着自己的衣袖上，没有说话，任由陆童将自己带进不远处一间旧药房。陆大夫这是何意啊？裴大人怎么会来南药房？路过。路过？陆医官不会以为我是特意来看你？我没那么自作多情。所以你拉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以为裴大人不愿被人知道你与我认识，所以特意避开他人，免得给大人添麻烦。哎，你这话听着像在怪我当初没和你打招呼。怎么会？宫中规矩多，裴大人与我身份有别，这份自知之明小民还是有的。所以你拉我来这间黑屋？不错。有道理。不过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我在这里私通呢。这要是被别人瞧见，没什么也有什么了。吃饭了吗？没有。尝尝。陆童走过去，揭开石篮的盖子。不喜欢？没有。陆童拿起一块荷花酥放入嘴中。哼，不怕我在里面下毒？不怕，我百毒不侵。他吃得很平静，仿佛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
并不在意食物滋味如何，没有半分波澜。哎，小心噎着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不用。你的簪子，发簪是你姐姐的？是。好，难怪你当时花重金也要赎回，很适合你。裴大人可知道，木槿是低贱的花，此花朝开暮落，仅荣华之一瞬之意也，只会生长在边篱野岸，富贵人家的庭院林园是瞧不上这种花的。裴云映看着他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却没有说出来。多谢裴大人的点心。我可不是来给你送吃的。陆童想了想，从怀中摸出那只银针塞给他的荷包，从里倒出一把碎银，思忖一下，从里头掏出最小的一粒，递给裴云映。哎呀，陆医官也太小气了一点。刚进宫，需要银子的地方很多，等我拿到俸银，再给裴大人补上。你觉得你能回到医官院？当然。你没有为以后做打算吗？没有。裴大人，朝开暮落的低贱之花，根本就不会有以后。医官院一位新进女医官使，刚进宫就被分去清锅冷灶的南药房，眼看前程止步于此，奈何时有机遇，因清洗整理红方序出色，做出的一梦丹得柔妃娘娘盛赞，进而被御药院院使看中，亲自来医官院要人，最后被医官院崔院使3催4请才回来，转眼就进了医官。陆医官，如今你已回到医官院，翌日起该入各房奉职。以你春氏眷免资质，本该入北厅西寿房妇人科奉职，可你的医经药理得邱院士盛赞，安排至北寿厅，未免大材小用了。诸司各院有一症未解，陆医官医术拔萃，身为臣子，理应为陛下分忧，对吗？任凭院士差遣。上个月户部左曹侍郎金大人身子抱恙，曹怀行诊1月有余，暂无起色。既然陆医官回来，如此便由你与曹怀一同行诊。户部，陆童心下一动，七玉台正是在户部。好，户部的金大人之急症室是肾囊痈，你是女子，怎么能给他施诊呢？医者无男女，你们在太医局进学时，第一课学的正是如此。陆医官，你可愿行诊啊？哇，这么热闹啊！裴殿帅，崔大人这是在做什么？回殿帅，正在吩咐新进医官使行诊奉职。不知殿帅突然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四位所近来训练过猛，加之春燥，五位们都叫困乏，我来请位医官同去瞧瞧。说完，他似才看到一边站着的陆童，眉一挑。新进医官，我看他就很合适，就他吧。崔民眸色阴沉，一息间想起一件事来。此女最出名的，大概还是探出了文郡王妃所中之毒小儿愁。此番这位指挥使突如其来的举动，恐怕并不是心血来潮。考虑这么久，院使很为难吗？殿帅说笑了，殿帅服5位有需，理应奉职。陆医官，你就去殿帅府，金大人之急症，仍由曹怀行诊。是。不过院使，金大人那头，下官仍想与曹医官一同行诊。下官会分配时辰，去殿帅府行诊，与为金大人行诊，两不耽误，还望院使准允。裴云映在听到陆童说完后，目光便落在他脸上，带了几分安静的审视。既是陆医官自己所求，允。陆童拿着药帖进了里间药厅，陆童方走到药柜前，身后木门便发出一声轻响。
陆童从药柜里拿出一只细长的瓷瓶，转身放到桌上。夏时丹，方才堂厅里那场官司后，裴云映并未马上离开，说殿帅府的私犬近来胃口不佳，请陆童为他拿点药。这种跟进来的理由实在是写满了敷衍。你要听崔明的安排行诊？对。知道金显荣是什么人吗？知道。知道还敢？因为他是户部的人？陆童心中微动。太冒险了。那裴大人为何今日出头？以裴大人之身份，同我扯上关系，可不是件好事。怎么说？崔明对我有偏见，裴大人公然出头，难免让人想起裴小姐一事。说崔明以为你我二人有私交，传出去，对大人恐怕不好。明哲保身的道理，大人一向比我清楚，怎么今日糊涂？哼，原来我在你眼中是这种人啊。当然，我一直很清楚，大人与我身份有别。不是说了吗？我今日只是过来拿药，恰好遇到陆大夫被人为难，看不过去而已。多谢裴大人。我怎么觉得你的表情像在骂我呀？算了，算我多管闲事。不过呢，你既然有心成算，我就不插手了，免得坏了陆大夫的大计。陆大夫，戚玉台和范正莲不一样，别轻敌。咦，这是新来的医官吗？从前怎么没见过？我姓李，您贵姓啊？这是一个开朗自报家门的，姓陆。滚！陆医官，看看我。惯来冷寂的殿帅府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安静点。大人，医官院新来的陆医官来为我们行诊了。进来吧，陆医官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陆童随裴云映进了里屋，看过脉了，只是春日气燥血虚，开几副补养方子煎了，每日早晚一碗，温养着就好。过几日我再来换副方子，大人无需忧心。陆童说完，并未听到回答，抬头一看，裴云映正抱胸站在不远处打量他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看你气色不错，今日来的比约定时候更早。金显荣没有为难你？让裴大人失望了。金显荣好色无德，就算身体不适，也不可能改了性子。你是怎么说服他的？因为我答应他，替他保守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陆童默然。不方便说。没什么不方便的，1寸半。什么1寸半？我告诉他，如果他按照我说的做，我就替他保守他身下之物，统共1寸半这桩秘密。你在说什么？裴大人也不知道？看来真是秘密。我当然不知道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平日行诊用针，多看一眼针，少看一眼针，没什么区别。裴大人不必露出那副神情。别说了。陆医官，咦，看，刚满月的小狗仔，聪明伶俐，憨态可掬，既能摸头揉捏，又能看家护院，实属出行居家必备之吉祥物啊！陆医官，要不要来一只？做什么？之子的小狗仔，我想着殿帅府狗太多了，想送陆医官一只。不用了。陆童低着头，不去看段小燕怀中的小犬，背紧衣箱，只抛下一句我不喜欢狗，就快步离开。啊，他这么可爱，他居然不喜欢？闭嘴。这人进医官院几乎已如无人之境，陆童也已经不再意外。你怎么来了？白天你来殿帅府拉些药方了，特意给你送来。多谢。顺便找你讨瓶夏时丹。上回给大人那瓶吃完了吗？犬类不能吃太多夏时丹。给段小燕的。陆童便不再多说，
起身去药柜旁给裴云映找下尸单。哎，你为什么怕狗啊？我并未怕狗。那你为何拒绝段小燕的提议？裴大人，我说得很明白，我讨厌狗，所以拒绝。讨厌？可你看起来脸都吓白了。我很怕狗，因为小时候被一只狗咬过，那只狗很讨厌，像块狗皮膏药，对我穷追不舍，怎么也甩不掉。怎么夹枪带棒的？看来陆大夫今日心情很不好。下尸单已经给裴大人了。听说你今日为我出头了？什么？白日在金显荣府上时，你不是替我多扎了他几针吗？卞帅府手段果然通天。陆大夫为何替我出头？饭钱。饭钱？我刚进医官院时吃了裴大人的荷花酥，裴大人没收银子，这个就抵作饭钱。原来如此。一篮糕点而已，陆大夫分这么清做什么？卞帅有所不知，睚眦之怨必报，一饭之德必偿，这是我们陆家的规矩。你怎么不问问我家的事？我对旁人家事不感兴趣。裴大人怎么不问问金显荣为何这样说？我家那点事儿，圣经谁不知道？卞帅不生气？说的也是事实啊。保住的药快完了，姐姐让我问你什么时候换新药方。医官院每月有2日巡修，我上月没有离开，这月会回医馆一趟，届时亲自看过宝珠再换药。也好。哎，陆大夫。怎么了？多谢。没再多说什么，走了。玉台来了。金侍郎，前几日啊，你府上人说你受凉了，老哥我还是担忧了一阵呢。这司礼府没了你，独我一人，公务都看不过来了。哎呀，下人也不小事儿，茶馆里没茶了也不添点，你回来就好。我即刻差人添茶。哎呀，这话说的像是我等着玉台你的茶似的。又说了几句客套话，打发了金显荣。姬玉台进了自己屋里，关上门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从一边罐子里捡起颗香丸，点燃丢进桌上的鎏金双鹅团花纹香炉中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顿感心平气和，索性往背后一靠，闭上眼续起神来。七公子，七公子。姬玉台想要睁眼，却发现他眼皮沉沉，怎么也抬不起来。是做梦吗？七公子，还记得丰乐楼吗？丰乐楼。他尚在愣怔，忽感自己脖颈抵住一个冰凉的东西，想要支起身子，惊觉浑身像是被看不见的绳索绑缚，没有一丝力气挣扎。你是谁？七公子，还记得丰乐楼吗？救命啊！七公子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永昌37年，你在丰乐楼遇见一个女子，你杀了她。永昌37年的惊蛰，你在丰乐楼享乐，遇见一个妇人。妇人去给她夫君送醒酒汤，你见她容色美丽，就强行将她占有。后来妇人怀孕，你又为毁刑灭迹，将他们一门4口绝户。七公子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雅室里青玉炉里燃着的幽香芬芳若梦，隔着层模糊的烟流，有人叹息了一声。你杀了他呀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七公子，你杀人了呀？没有，我没有杀人。你支开下人，去丰乐楼，就是为了杀人。我只是不想父亲知道我在扶伞，是他自己闯进来，我没有。
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杀的人。陆彤垂着眼，低头看着坐在椅子上神色迷蒙的戚玉台，眸色一点点冷却。不是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陆彤伸手，针尖抵住肌肤，缓缓往里推去。戚玉台似有所觉，面露痛苦之色。正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响声。大人没事吧？滚开！你谁啊？玉台呀，这位是翰林医官院的陆医官，刚才叫你不醒，我让他来瞧瞧你是不是病了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刚才从我耳边说话的人呢？啊？没有啊，这屋刚才就你一人在啊。就我一个人在？是啊，陆医官忙着为我施针捣药，我本来还想问你呢，是不是需要陆医官顺便瞧瞧你的风寒好的怎么样了？一进屋你就趴在桌上，这叫也叫不醒，吓我一跳呢，还以为你出事儿了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户部本来也没什么事儿，你要是还病着呀，就在府里多休息几日，否则出了什么事儿，太师大人怪罪下来，哥哥我这也不好交代呀。你刚才没有进过这间屋子？下官刚才一直在堂厅为金大人制药。陆医官忙着做完药还要回医官院去。哎，玉台，你这脸色不大好看，不如让陆医官替你把脉瞧瞧，要是风寒未好，干脆还是回府养一养得了。陆医官呐，劳烦您给七公子瞧瞧。女子称是，美人垂手，指尖搭着他的脉。陆医官怎么样啊？可是有急啊。七公子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血热亢盛，以致情志失调。七公子脉搏急促有力，舌质绛红而干，亦有发热口渴之症，是为血热亢盛所致。开几副清血解毒方子，服下就好。至于情志失调，戚大人，这里是灵犀香吗？是。灵犀香凝神静气，可缓失眠不寐之症。不过，长期使用此香，难免形成依赖，久用之下，反而适得其反。戚大人有时也不妨试着少用此香，以免成瘾伤身。女医官说完，就对他二人欠了欠身，退出了屋子。金显荣忙跟了出去，不知道是问什么去了。戚玉台靠着矮榻上的枕靠，只觉浑身上下皆已湿透，青天白日竟做这样一场噩梦，实在是晦气。陆彤拿着急册，刚关上柜门，就听得吱呀一声，门口传来一声轻响。那人悄无声息地进了屋，轻车熟路般来到重重书架前。陆彤谨慎地贴着书架，一架之隔，听着那人在屋里幽暗的动静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对方似乎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，关上柜门。陆彤听到脚步声渐渐远去的声音，伴随着衣库门的关上，四周里再没了一点动静。他又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，确定没有再听到任何响动，才彻底放下心来，暗暗松了口气。他拿着灯与油案从书架中走出来，才走出一步，一道冰凉的风力抵住他咽喉。真沉得住气啊。裴大人，是我。屋中静寂一刻，片刻后，抵在脖颈上的风力渐渐放松下来，对方松开手。这么晚出来，陆大夫打算做什么坏事啊？这话应该是我问裴大人吧。本来呢，是想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谁知会撞上你啊？怎么办呢，陆大夫？裴大人想怎么样？他看一眼陆彤，顺手把药瓶在陆彤面前晃晃。陆大夫可知，皇城宫内常用此物保守秘密。须臾，陆彤突然伸手，一把夺过裴云映手中的药瓶，打开药瓶，仰头灌了下去。你做什么？裴大人不是让我喝了它吗？我喝完了。你疯了！
谁让你真喝了？走。干什么？找大夫呀。我就是大夫，要我喝药的是你，要我找大夫的也是你。裴大人，你是在同我玩笑吗？我不过是想要你知道此事机密。你怎么还能说话呀？你刚才……药瓶是空的，雀净散是毒药。裴大人，你不会以为医官院会随手放置这样的毒药吧？其实就算喝下也没什么。不过服毒的是我，殿帅何必激动？我可不想自找麻烦。如果那瓶药不是空的，你也会喝下？会。为何？我相信裴大人不会让我喝哑药。你很信任我的人品？不是啊，是我觉得如果裴大人真担心我泄露秘密，会直接一刀杀了我，而不是给我一瓶哑药。大人不会如此善良。听你说来，我十恶不赦了。裴大人还不走吗？等一下若有人察觉追来，我便只能说是你挟持于我了。那我就说我们是一伙的。不过应当不会，至多以为你我私通。大人放心，私通也不会找你这样的。裴云映噎了噎，像是被气笑了，又看了陆童一眼，转身往门外走去。对了，下次要藏，记得屏息，呼吸声太明显，一进门就听见了。屋中重新又陷入了安静。陆童紧握手中的医案，早知如此，方才就应该一针捅下去的，不该手下留情。陆大夫找我做什么？裴大人耳目通天，盛京皇城司打听不到的秘闻，裴大人都知晓。你指的是什么？太师戚清挚爱换鸟，但5年前太师府不再养鸟。裴大人可知5年前戚家发生了什么？戚玉台做了什么？他为何讨厌画眉？知道。可是陆大夫，我为何告诉你啊？如果下次裴大人想要再取谁的医案，我可以代劳。裴云映静静地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若裴大人肯告诉我金显荣的保养之药，我愿为裴大人另配一副。此药珍贵，我保证别的地方都没有。殿帅得此，受益无穷。谢谢，但是我不需要。裴大人有所不知，男子上了年纪多有此症，血亏阳虚。大人现在看着还好，将来年纪大了，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时。若有此药，保你风采如昔。将来也不需要。将来会很需要的。告诉了你，陆大夫准备如何？裴大人，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件事，并不需要多做什么，于你而言并无任何损失。而我如今身在医官院，能帮得上大人的地方还有很多。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大人用得上我，亦或是有什么仇人，我也可以替大人杀了他。陆大夫不是说过去不曾杀人，将来也不会杀人吗？杀人亦是救人，我能做大人的帮手。帮手？你不问我想做什么？那不重要。和不知底细的人交易，陆大夫也不怕血本无归，难怪会在东市被人骗着射箭。陆大夫还是不太擅长生意事啊。裴大人这是答应了？盛京外城陀罗山下有一处茶园，你要打听的画眉就在此处。那茶园叫什么名字？茶园如今已经被私人买走，寻常人进不去。裴大人明日可否陪我一同前往？明日4时，我来接你。多谢大人。你的药给宝珠看诊就行，我不用。今日天色不早了，你也忙了一日，先回去休息吧，我送你。不用，孤男寡女夜里一同出入总是不好，西街人多，万一见着了惹人口舌，我未婚夫也会不喜。啊，差点忘了，陆大夫还有个未婚夫，我叫清风送你。陆童便没有再推辞了，
清风驾来一辆马车，裴云映送陆童到了裴府门口。待陆童上了车，马车消失在夜色尽头，方转身往回走。不是说了让你亲自送陆大夫回医馆，你怎么让别人送了？裴云映笑得散漫，并不回答他这问题。又见裴云舒手中抱着个盒子，这是什么？我正想与你说这事儿。陆大夫今日上门，说给宝珠带了礼物，我以为是些草药或是香货，就没推辞。等他走了，方子一掺，才发现不是。那，你看。说话的功夫，他已经将盒子打开，露出里头一对漂亮的金蛱蝶。我想着陆大夫如今在医官院奉职，可凤眼也不算丰厚，这礼实在过于贵重，是不是要寻个机会还回去啊？还真是不肯欠人人情啊。陆大夫迟了点儿，抱歉。你今日……我今日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。马车驶过盛京街巷，陆童与裴云映面对面坐着。陆大夫看我做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茶园还有多久才到？还早，山路颠簸，陆大夫可以在车上先睡一觉，到了我叫你。谁知才一闭眼，马车行过一处窄巷，土路凹凸不平，迎面跑来一个小孩，清风忙勒马闪避。一声长喝，陆童的头撞到一片柔软的衣襟，他抬眸就对上裴云映那双漆黑的眼睛。没事吧？主子，刚才有人过去了。陆童蓦地回神，坐直身子，听见裴云映道：没事，走吧。马车又继续行驶起来，车中的气氛有些微妙。裴大人，怎么？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香袋？爽快解下腰间袋囊递了过来。陆童伸手接过。裴大人这香袋与市面熏香不同，似乎有专门的人调配，能不能将方子送我一份？你拿这个做什么？我见裴大人所用之香幽清冷冽，很是喜欢，打算按这个方子自己做一副配于身上。自己做一副配于身上？裴大人可是不太方便？是不太方便，我不知道具体香方是什么，日后再说吧。马车一路疾行，很快出了城门，往陀罗山的方向驶去。为何戴面阶？怕有损裴大人清誉。裴大人要不要也戴上帷帽？不用，我又没有未婚妻。陀罗山上茶园皆由莽明乡上茶农所种，虽为茶园主人是户富商，外人难以进入。喂，你该不会是在心里骂我吧？我平日里从不这样。裴大人愿意为我破例，我感激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在心里骂你？多虑了。哼，你这夸奖很没有诚意啊。是大人太过多虑。大人，现在可以进去了。清风没有跟上来，驾着马车去拴马的地方。陆童与裴云映并肩走着。这是杨家人屋舍，你可知七青爱鸟？杨家人呢是茶农，一家4口都在翠微茶园中种茶。屋主杨翁5年前过世，过世时刚过花甲。他生前有一个爱好，喜欢晨起在茶林里遛鸟。杨翁曾养过一只画眉，那是只很不错的画眉。5年前七青60大寿，七玉台想要搜罗一只圣经最好的画眉鸟作为寿礼。听闻莽明乡有一画眉，特意带足银子携人前往。杨翁没有同意。七玉台离开当日，杨家夜里失火，一门4口，包括杨家痴傻的儿子，尽数葬身火海。杨家其他人在何处？可还有别的远亲？没有，杨家大女儿出事前就已经病逝。除杨家夫妇外，还有一位女婿和痴傻儿子，皆已不在人世。真相。如此说来，七玉台是因为向杨家人索要画眉不成，进而杀人夺鸟。但如此一来，
戚玉台又为何会讨厌画眉？我后来得知此事，曾向黄承思打听，黄承思透露过消息，杨家屋舍中曾有打斗的痕迹。听说那几日戚玉台出行时路遇匪盗，身上有轻伤。这是杨翁女婿杨大郎曾跟武馆教头学过几年拳脚功夫。他转过身看向陆童，一瞬间陆童恍然大悟。时候不早，就在此地用饭吧。好。前面有个茶棚，二人正往前走时，陡然间路边窜出一条半大黄犬，陆童还未反应，便觉手肘被人一扣，他被裴云映拽到里侧。你做什么？你不是怕狗吗？他看起来不咬人。裴云映笑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，陆童也就没有再继续这个话头。麻烦大姐替我二人准备一点茶水饭菜。说什么劳烦，应该的，就是自家粗茶淡饭，怕公子吃不惯，别嫌弃才好。两位先喝茶润润口，稍等片刻。陆童撩开面纱，端起桌上茶碗抿了一口。喝得这么爽快，不怕茶里有人下毒？所以大人刚刚不喝，是在等我为你试毒？那大人可能要失望了。我百毒不侵，也许这杯茶我喝完也安然无恙，裴大人饮一口就会一命呜呼。裴大人，我不明白，杨家之事，你明明可以在昨夜直接告诉我，为何偏要今日亲自陪我前往此地？陆大夫这话怎么像是在怪我多管闲事啊？裴大人多心。你说过我许多次多心了，倒显得我像个使心用腹的小人，怕你不信啊。两位久等，乡里亲戚都是粗茶淡饭，莫要嫌弃。哎，大姐，我们刚刚去杨翁家看过，被烧得很彻底啊。可不是嘛，好好一家人，什么都没了。杨翁家究竟是怎么起火的？当时怎么没人发现啊？什么怎么起的？那说起就起了嘛，大家都在茶园干活，发现时已经晚了呀。会不会是有人纵火？这话不好说的呀，咱们这都是小老百姓，谁要来纵杨翁家的火？公子这话以后也莫要说了，传出去我们也要遭殃。言罢，像是忌讳什么，捧着那只枯木托匆匆出了院子。陆大夫看明白了，杨家出事已5年，莽明乡风平浪静，如果陆大夫想借画眉案对付戚家，现在就可以放弃了。无论出价多少，没人敢开口，没人敢说话。陆大夫，将来你面对的敌人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，不是玩笑。多谢裴大人提醒，我会看着办的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给戚玉台下毒？这就不劳大人费心了。戚家不比科范两家，你若杀了戚玉台，恐怕难以全身而退。但至少他死了，不是吗？反正我总归也是会死的。对一个将死之人，将来若有得罪，大人多少也宽宥一些吧。大人还是快点用饭吧，等下饭菜凉了。裴云映顿了片刻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跟着拿起筷子。陆童已经咬了一口脆糖饼。陆大夫很喜欢吃甜。陆童顿了顿，嗯了一声。原来如此。陆大夫，昨日你说，如果我告诉你戚家的事，你也会替我做事。大人想让我做什么？裴云映低头，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函，递到陆童手中。你以为这是让你杀人的名册吗？别一副如临大敌的表情。陆大夫医术高明，我想请你帮我查验，这些药方有没有问题。这就是大人与我交易的条件。不错，我知道了，待我弄清楚，就去殿帅府找大人。告辞。陆童进铺子前，往回看了一眼，马车帘已经落下，清风起鞭驾车，
车轮声渐渐消失在西街空旷的街道上了。经营殿帅府中灯火亮得比平日更晚一些。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啊？公文没看完。白天陪姑娘游山玩水，到了夜里点灯熬蜡看军策，真是用心良苦。什么意思？亲自送她去藏明乡，就算戚家人发现也有所忌讳，这还不算用心良苦？我有那么好心吗？我也想问，陆同对付太师府与你无关，你为何处处插手？是嫌麻烦不够多？我想取一件东西，需要有人替我除去路上障碍，他是最适合的那个人。是吗？可我看你更像那个替人清理障碍的傻瓜，还无怨无悔。医官院找到的医案方子，我给陆同看了。你疯了？他医术比医官院那群废物好得多，说不定能看出什么不对。你不怕他泄密？他很守信用。谁说的？谁为他担保？出了问题你负责。行，我为他担保。出了问题，我负责。怎么突然来了？陆同从袖中摸出了一封信函，推了过去。陆大夫看过了？是。有问题？有。哪里有问题？都是些补药，药方做得很精妙，乍一看温阳体魄，但若与遗物混合，则补药变毒药，虽不会立即致命，但长此以往，身体日渐衰弱，最后心衰而死。何物？金。金？金屑有毒，可治风邪失志，镇心安魂。一般上气咳嗽、伤寒肺、损吐血、肺疾、劳疾作渴，都可以在丸散中加入少量服用。但裴大人给我的药方，若掺入金屑，后患无穷。此药方中所耗费药材昂贵，用药之人家中必定富贵。若以金碗成药，陆大夫果然医术超群，多谢。不必。裴大人告诉我话没按，我替裴大人验药方，这是一开始说好的交易条件，很公平。哼，真是陆大夫一贯作风啊。天色不早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出去。陆同点头。陆同瞧见花藤下木头搭成的棚舍空荡荡的，那是……你来后，我让段小燕带之子去演武场了，不用怕陆大夫。陆同脚步一慢，抬眼看向身边人。怎么？没什么。陆大夫帮我查出药方，我应该送你什么谢礼才好呢？说了是交易，裴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是吗？那对金家蝶怎么说？送出去的东西怎么有收回来的道理？陆大夫很失礼啊。我不喜欢蛱蝶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裴大人的香袋方子，大人能给我吗？裴大人知道我现在在医官院，用不上银子，也用不上首饰。大人若执意要答谢我，不如把香袋方子送我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这个不行，路上小心。陆同接过衣箱，应了一声，就往对街的马车前行。才刚过街，就见前面不远处巷口的一家染坊门口，朱色屋梁下站着一个熟悉的人。陆同眸色动了动，往后慢慢退了2步，突然回转身，朝着殿帅府的方向快步回跑过去。董林一急，连忙跟了上去。裴云映正然一瞬，那女子却已经冲至眼前。就在即将到达他眼前时，忽的脚下一崴，像是踩着石子。他下意识伸手去扶，对方便顺势抓住他手臂，结结实实地扑进他怀里。猝不及防之下，他将对方抱了个满怀。怀中人抓着他袖子的手攥得很紧，他微怔之下察觉到什么，视线掠过身后的院门。
离院门不远处站着一个穿香色长袍的男子，那位太府寺清府上的小少爷抱着食盒呆呆立在原地，望向他二人的目光满是不可置信。裴云映眸光微动，低眉看去，他一手环着他的腰，犹豫片刻，他伸出另一只手。陆童恍惚一瞬，他的目光轻飘飘瞥过他身后不远，而后扶着他站好。怎么了？院门外恍然掠过董林匆匆逃开的背影。没什么，不用金家爹，这是谢礼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他打断他，这回陆童没有再拒绝。若董林瞧见裴云映与他举止亲密，只会将念头断得更加清楚。裴云映此举正合他意。裴云映站在巷口，一直等陆童的马车驶远，唇边笑意渐渐淡去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想取一件东西，需要有人替我除去路上障碍。真好，你又替他扫除了一个路上障碍。哼，莫名其妙。要晒月亮自己晒，我进去了。陆童垂下眼睫，他曾见过几巡，不是在今夜的院落石阶前，不是流金面铺的雀儿街，而是更早，在苏南。陆童还记得那是个3月的春日，又是一次试药。芸娘研制了一方新毒，服用之后浑身上下寒意沁骨。残怕雨寒，苗怕火，就叫寒残雨。整整7天7夜，他像一具还未完全冷透的尸体。第7天后，寒意渐渐退去，他开始感觉到冷暖，可以动一动他的身体了。芸娘对新毒很是满意，但还需要将寒残雨再改进改进，让他去寻几具新鲜尸体。陆童就下了山，打算去一趟死刑场。他才走上离客栈不远的小桥，忽闻惊呼伴着马蹄声传来，隐约听见身后有人急急吆喝：哎，前面的人在干什么呀？快躲开！大惊之下，陆童下意识侧身想躲，然而寒残雨余毒未清，他又刚刚在山上扛过7天7夜，身子到底不够灵活。疾驰马车擦着他身体险险奔过，陆童却被带得一个踉跄，撞上了桥上石梁。嘿，没事吧？等等，你怎么样？陆童便骤然回神，低头一言不发就要离开。你流血了。接下来无论陆童怎么解释，这少年仍然坚持将他送至最近的医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就听我们少爷的话吧，我家少爷顾着起来不罢休，您要是今日不去医馆，他能跟您在这儿耗上1日呢。多谢。你中毒了？没有的事。这恕老夫无能，实在看不出这位姑娘哪里有中毒之症啊。既然如此，应是公子看错了。你怎么总想着要走？身为医者，犯没有让病人离开的道理。既然他不能治，我来。我迟迟不归，爹娘会担心的。确实如此。你家在何处？我同令尊、令堂亲自说明。他见陆童不作声，便做主带陆童去了邻近的客栈。你若想给家人传信，告诉我就是，他们也可以来这里陪你。不用了。车夫按青衣少年写的买来各式各样的药材，那少年便在屋中钻研方子捣药，每日煎了药为他喝下。少爷，咱们已经在苏南多待了半月了，老爷已经写信来催，该回去了。他的毒还未全解，再等等。可是出来的时候银钱带的不多，回去路程是够用了，但是您日日买的那些药材也是珍贵，老爷派来送银票的人还没到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回去的路费可就不够了。把这个拿去，押给他们。少爷，那可是您的玉佩呀。快去快回。
陆童在门被推开的前一刻坐回窗前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。你都听到了。你为何救我？你我不过萍水相逢的路人，我中没中毒与你也没关系，你为何要救我？医者治病，天经地义。你也是医者，难道不清楚？我看见过你自己把脉。你住在这里有半月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你叫什么？17。我叫纪寻。纪寻。你学医多久了？我不是大夫。你之前打开药箱时，里面有桑白皮线。跟旁人胡乱学了一点，算不上会医。圣经有太医诀，你若真心想学医经要领，可去太医局进学。齐公子说笑，我一介平人，怎么能去你说的地方？无妨，你若将来到了圣经，可到长乐坊几家来寻我。我不会去圣经的。纪寻的药好似很有效，陆童身上的寒毒一日比一日微弱，慢慢的不必裹着厚重的毯子，穿着单衣也不会觉得冷。你的毒解了。多谢，我没有银子付你。不用银子，这是药方，你所中之毒我过去不曾见过，为防万一多备了几副药，你再坚服几日或许更好。你要走了？我在这里耽误太久了，我多付了5日房钱，你可以在这里多休息几日。17姑娘，日后受了伤要及时医治，你是医者，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。我走以后，切勿讳疾忌医。陆童沉默良久，轻轻嗯了一声。第二日一大早，陆童推开门，一眼就瞧见隔壁屋屋门大开着，待走进去，不见纪寻和车夫的影子，就连屋子里堆放的行囊和他们自己的杯盏也不见了。纪寻走了，没有与他打招呼，没有知会任何人。就在这个春日的清晨，这二人便悄悄走了。姑娘，还好您在呀。昨天夜里跟您同行的那位公子付够了先前欠下的房钱，玉佩我放家里了，本想今儿一早就拿给他，今天一早人都走了。您既然与他认识，这玉呀，给您也是一样的，麻烦您将这玉带给那位公子。咱们客栈可不是占人财物不吭声的黑店嘛。我知道了。锦衣官，白日你去给金侍郎施诊了？是。听说金侍郎病情已有起色，不日将痊愈。病症每日都有变化，不敢说满。先前我见你在药库挑选药材，问过你是否用过红方絮，你否认了。你为何否认？你很聪明啊。红方絮有毒，除了御药院医工，寻常医官无法随意使用，所以你只让御药院的医工何秀取来红方絮残枝碎叶，这些碎叶不会记录在册，用了也无人发现。但你忘记何秀出身贫苦，红方絮除去毒性后可入药，即便碎枝残叶卖到御药院外亦能换作银两。你只让何秀提供少量碎叶，剩下的何秀不舍得丢，攒在屋中，趁巡修时托人倒卖于圣经医行。陆医官，你还要否认吗？陆童心中一紧，他确实让何秀帮他拿过红方絮碎枝，为了做出那日在司礼府迷晕七玉台的迷香。你身为医官，明知红方絮有毒，却为一己私欲无端用在人身上，哼！贻误性命，有损医德。锦衣官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当然有。虽然你给金侍郎的药方里没有红方絮，但我让人寻了他的药渣，药渣里仍有红方絮的残絮。陆童一怔，短暂的迷惑过后，全身骤然放松下来。纪寻说的并非七玉台的香丸，而是给金显荣的药方。红方絮有毒，以金侍郎肾急用红方絮，虽立竿见影，缩短病症耗时，
而常用下去，必然留下遗症。医官院出诊牌坊，从来以病者安危为先，你却只顾眼前，滥用毒草。就算你不曾在太医院进学，但你的师傅难道从未教过你行医医德纲领吗？齐医官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御药院规定，医官医工不可随意取用红方絮，但红方絮所遗留杂碎枝叶不计入药材，作为废料，由医工自行处理。既是废料，于御药院无用，是买卖还是自用，当然由人自己。几医官出身高贵，不知平人艰难，废料换作几千银两，足以供给平人小半月的生活。人穷志短，换点银钱也无可厚非。陆童出身微贱，没有太医局诸位先生教导，但梁朝相关律令还是记得很清楚。就算几医官拿何秀发卖红方絮碎叶的事去御药院说，理应也不犯法，不是吗？那金侍郎呢？行医所用的药方本就不能一成不变。哼，荒谬！你明明有其他方式可慢慢温养他体质，偏偏要用最伤人的一种，过于急功近利。你明明在太医局春事红榜高居第一，却以我之名在医官院中仗势扬威。医者德守重，凡为医之道，必先正己。你既心术不正，何以为医？不如早日归去。就在这一片冷岑岑的暗夜里，忽然间斜刺里传出一道含笑的声音：傻站着做什么？怎么来的不巧，在教训人？要教训不妨改日。先把他借我片刻。裴大人，萧副使傍晚突然头痛，陆医官随我去看看。好，我去拿医箱。等等，陆医官医术不达，裴殿帅不妨换一位医官。不用换，我看他很好。殿前司没那么多规矩，禁卫们也喜欢陆医官的很。像在为身边人撑腰。裴云映说完这句话，便不再理会他。走吧，陆医官。陆童回神，取了医箱，跟上他脚步。你刚才怎么不还口？平日里见着我处处针锋相对，对这个纪询倒是规矩得很。刚才看见陆医官站着挨骂，我还以为看错人了呢。你偷听我说话？偷听？我哪有那么无聊啊？医官院大门卫官，你们两个站得光明正大，那位纪医官的声音可不小啊。刚刚怎么不反驳？反驳什么？他说的也是事实。我本来心术就不正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纪家那位公子风情高逸，修德雅正，不知人性歹拙，他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金显荣这些年好色无德，真用了毒草也没什么，就当为民除害了。见陆童不说话，裴云映又笑道：怎么一副失意模样？纪询虽然长得还行，但陆大夫也不像是会为男人要死要活的性子，何至于此啊？裴殿帅大晚上来找我，到底是为何？有新的药方要给陆大夫看，不过做戏做全套，总要找个理由嘛。不过你真把毒草用在了金显荣身上？喂，听说那毒草很珍贵，我还以为你要用在戚玉台身上呢。说不定将来正是如此。悠着点吧，陆大夫，树敌别太快，否则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殿帅还是先管好自己，下次去行刺什么人的时候，可别又让人砍了，到处窜逃。上车吧。马车在府门前停下。听说金侍郎前些日子身子不适。是，没想到这事儿纪医官也知道了。金侍郎近来感受如何？刚开始呢是有些不好，我后来换了陆医官来给我行诊，感觉就好了很多了。我知道金侍郎急症，
但有些问题不太了解，所以令人寻回陆医官给金侍郎所煎药渣。我在药渣中发现洪方旭的残迹。陆医官给你抓取的药材中用了少许洪方旭，洪方旭有毒，用在方子中不妥，常用伤身。多年以后，侍郎年纪渐长，一症渐渐显出，会使侍郎万物头痛，是中毒之祸。以侍郎之病，用此毒做药引，得不偿失。金侍郎，可明白我刚才说的话？季医官呐，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红方旭、绿方旭什么的，我不学医不太懂啊。但是这方子有毒，常用伤身这事儿我知道啊。什么？金显荣呆了呆，小心回道：陆大夫早就跟我说过了。太阳渐渐落山去了，最后一点晚霞落下，院中燥意未退。公子，不如晚些再来。纪寻摇了摇头，面前屋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陆童背着衣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陆医官，纪医官，今天我去了司礼府，见到金显荣。金侍郎说，你已告知过他药方中使用洪方旭，并说明洪方旭毒性药理。是。既然如此，前日在医官院门口时，你怎么不解释？其实不必解释，换作寻常医官，应当不会在金侍郎的药方中加上一味洪方旭。纪医官评说我急功近利，并没有错，只是金侍郎比我更急功近利罢了。那些流言蜚语呢？那些流言真是陆医官自传？传言纪医官与我关系匪浅，亲自点我做春氏红榜第一。然而我刚入医官院，便被发配南药房，后又被分派给金大人行诊。都说仗势欺人，看来纪医官的事不太有用啊。抱歉，先前的话我早就忘了。纪医官，我并不在意旁人言论，也不会将此事放在心上，所以你不必对我道歉。这世上有人行医是为了救死扶伤，善泽天下；有人行医只是为了温饱果腹，想赚点银子往上爬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话毕，冲他微微颔首，背着衣箱径自离开了。林间幽密，空气中弥漫着鲜血温热的腥气。陆童拼命地抵着面前扑向自己的利嘴。秦虎，做得好，咬住他，别松口。草径深幽，马蹄踩过落叶上，窸窸窣窣的细响。哥，你真的不先处理一下伤口吗？要不看看周围有没有上山的医官，先给你瞧瞧，然后我……不用。栀子回来了，他猎了个什么呀？个头还不小啊！好栀子，快让我看看，这是狗獾、兔子，好像是只白狐狸啊！黑犬迅速疾风，几下扑到三人面前，三人一愣，那嘴里叼的哪是什么白狐狸，分明是只白色的衣箱。栀子，你这是偷了哪位医官的衣箱啊？衣箱就是寻常衣箱，与市面医行那些老大夫、医官院的医官们所用大小无异，看不出什么区别。袋子上却绣了一圈木槿花。啪的一声，衣箱砸到地上，一只银戒滴溜溜滚至他靴子边。青年定定地盯着那只银戒，忽然弯腰将它从地上捡了起来。一瞬间，脑子里掠过很多零散的画面：雪夜、大寒、破庙灯花、刑场、蜡雪、供桌下破败木头聚拢的篝火，戴着面衣的女童抱着那只破烂的衣箱，紧张生涩地为他缝好伤口。殿帅的人情不太值钱，不如银子实在。裴云映蓦地握紧银戒，问面前的黑犬：他在哪儿？栀子高兴地吠叫一声，腾地一下跃出老远，朝林中某个方向奔去。青年翻身上马，调转马头。去哪儿？
三殿下还未下山。你护着，我有急事。好，秦虎有的好。陆童的执着反抗令戚玉台意外，夹杂着几分莫名的惊喜。秦虎，咬死他！猎犬兴奋地咆哮一声，再次冲上前来，凶狠地扑向他脖颈。陆童被扑得全然仰躺在地，猛兽的牙就在离自己头脸很近的地方，他的胳膊塞在猎犬的利嘴之中，硬生生的不让他继续向前。很累，实在太累了，很想好好睡一觉。陆童的眼角有些湿润，浑身力气在渐渐流失，四周像是忽然变得格外安静。戚玉台同护卫的说话声顺着风传到他耳中。就这么咬死了，有点可惜。但谁叫他惹妹妹伤心啊？哼，我做哥哥的，当然要为妹妹出气。林间躺着的陆童茫然一瞬，恍然明白过来，原来是这个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陆童茫然地想，如果陆谦还活着，知道他如此受别人欺负，也会为他出气的。他也是陆谦的软肋。眼中蓦地迸出凶光，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，陆童把胳膊往面前犬嘴中猛地一塞，而他翻身坐起，扑向面前的灰狗，一口咬上灰狗的喉咙。那点细弱的力气根本无法咬断对方的咽喉，却能使畜生也感到疼痛。另一只手胡乱地摸到头顶的发簪，握紧木槿花枝，对着脑海中的仇人挥舞，就如眼前对准狗头猛地向下一刺，像有极轻微的声音从四面发出。猎犬与人撕咬在一起，分不清是狗还是人在叫，直到血染红了满地荒草，人和狗都不再动弹。秦火！陆童猛地抬头，戚玉台顿时一僵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拿下！陆童本就力竭，须臾间被护卫扭着身子制住。秦火，杀了这个贱民！陆医官，陆童看着跑向自己的林丹青，浑身放松下来。我见你迟迟未归，还是不放心，又看到你流的灰烬，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我这里有止血丹，快服下。七公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回殿下，下官本在围场围猎，秦虎追逐野兔，突然听到林间秦虎惨叫，所以追随至此。谁知翰林医官院的医官说，有人自称驾部郎中受伤，引走翰林医官，怎么会与你在一处？驾部郎中，下官不曾见过驾部郎中的影子。可的确是护卫将陆医官引走。陆医官，你怎么会在此处？我随护卫来到此地，察觉不对，还未出声，就被恶犬扑倒在地。恶犬伤人，为自保，不得已下，误杀猎犬。陆医官这话的意思是我故意将你引至此处，让秦虎扑咬你。哼，简直荒谬！且不提我与陆医官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行此害人之举？这位翰林医官既然说有奸人护卫将你引走，当时在场人均能作证。诸位且认真看看，本公子身边的护卫可有那张奸人的脸啊？本公子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个人是谁，可我们戚家的名声也不是能随意诋毁的。再者，就算不提此事，秦虎可是真被人给害死了，秦虎就是死于他之手。玉台说的可是真的？陆医官怎么可能杀得了秦虎呢？秦大人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我也不敢相信。殿下，秦虎是当初太后娘娘所赐，玉台精心奉养，才长至如今英武模样。秦虎虽非人，却通晓人性，忠厚机敏，常伴玉台左右。
如今却遭此横祸。玉台罪该万死，未曾护好秦虎，此行之过自会向太后娘娘请罚。然而毁坏御赐之物，陆衣冠也罪责难逃，请殿下做主。哼，可笑！陆衣冠都已经被咬成这副模样，伤重未治，七公子居然还要追责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？请殿下做主。不妥，殿下，下官刚刚检查过陆衣冠的伤痕，皆为猎犬所伤。《论语》曰：“旧坟。”孔子退朝曰：“伤人乎？不问马。贵人见处，故不问也。”下官认为，当务之急，应先医治陆衣冠的伤势，再做其他打算。启衣冠听不明白吗？这可是御赐之物。哼，只是一牲畜。说的也是，七公子，太师大人慈悲心肠，年年施粥赈济贫民，广积福德，不如网开一面，饶了陆衣冠一回。陆衣冠也被猎犬重伤，也是知道错了。确实，按说此举应属意外。我看陆衣冠也受伤不轻，若非情急，应当也不会冲动下手。梁朝律中言明，诛畜产及弑犬，有赤踏孽人，而标识羁绊，不如法。若狂犬不杀者，吃死食。以故杀伤人者，以过失论；若故放令杀伤人者，减斗杀伤一等。七公子蓄养狂犬杀伤人，当以过失论责；而我斗杀恶犬，按梁朝律，并无过错，不应问责，请殿下裁夺。纪衣冠言之有理，虽然陆衣冠杀犬，但猎犬伤人在先，情有可原，倒不至于重罚，不如各退一步。殿下发话，玉台不敢不从。其实玉台也不想为难陆衣冠，只是秦虎自幼时便陪伴我身边，善解人意，赤胆忠肝。玉台请陆衣冠对秦虎磕3个头，此事就算了。陆童握紧双拳，盯着齐玉台，心中腾地升起一股滔天的怒意。也好。一语落地，陆童忍不住想要拒绝，被林丹青暗暗拉了一下袖子。陆衣冠，还愣着做什么？陆衣冠，这要多谢玉台心软。陆童捏紧拳，咬紧牙关，双腿膝下仿佛生了刺，每往下弯一厘，心中就越痛一分。别跪！陆童一怔，紧接着有人翻身下马，一只胳膊从他身后伸来，牢牢拖住他即将弯下的脊梁，让他倚靠在他身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说，人怎么能跪畜生？殿帅此话何意？七公子听不明白吗？我说，人不能跪畜生。你，七公子，太后娘娘常年万恩寺礼佛，明悟佛理，清净无为，你却借以太后娘娘之名，让恶畜行伤天害理之事，毁坏皇家名声。牲畜事轻，皇家清明事大，事关太后娘娘名声，岂能草草了之？我看还是回朝后由御史写折上奉，在朝上认真说说吧。一畜生而已，何必大动干戈？围猎场上不妥，有什么事还是下山再做商议。自然。太子见此情景，一拉缰绳，调转马头，吩咐骑队下山。四周人看了这么场戏，聪明的也不敢久留。裴殿帅倒是对陆衣冠的事儿格外上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二人关系匪浅，这么着急忙慌的赶回来。敢问殿帅，他是你什么人？寨主
他是我的债主。不是让你在床上休息吗？怎么随意乱跑呢？你怎么没走？我也受伤了，当然要留下来治伤了。陆童恍然记起，似乎是听林丹青说过三皇子临终遇刺，裴云映护他下山的事。一点小伤，常静替我处理过了。哎，倒是你啊，伤得不轻。今日你不该出面，戚家想拉拢你，众目睽睽，你与他针锋相对，使戚玉台颜面扫地，之后必然记恨上你。以殿帅之精明，不该行此贸然之举。我不明白，殿帅为何帮我？你倒为我思虑周全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是我债主，故人恩重，实难相忘，是不是，17姑娘？陆童怔怔地盯着他手中银戒。他怎么在你这里？之子捡到了你的衣箱，不小心摔坏了。比起这一句，你不该问问我别的？问你什么？问你5年前为何会出现在苏南刑场？你知道我从不打听旁人私事。怎么说得如此生分呢？好歹你我也算是故人重逢，早知你我会再次相见，那天在破庙里，我就该摘下你的面衣。可我怕被殿帅灭口。哼，这话好像应该我对你说吧。救命恩人，这些年过得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我也不错啊。你不害怕吗？什么？我是会去刑场上偷尸体的贼。戚玉台的狗被我杀了，难道你没有看见？那些人现在都不敢看我。有一点，不过欠债的怕债主，天经地义嘛，和别的倒没什么关系。就算我姿色过人，陆大夫也不必看这么久吧。裴大人的确移形绝丽，若是没点姿色，怎么会被太师千金看中？你说什么？听说你要做太师府的乘龙快婿了。哪来的谣言？少回我清誉啊！我要是打算和太师府结亲，疯了才会来救你。说不定你想拿我人头做投名状。哦，你真是会恶人先告状啊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裴大人若洁身自好，就不会招蜂引蝶。我招蜂引蝶，不洁身自好？喂，陆大夫，我帮了你，你不感谢我，怎么还血口喷人呢？我会被戚玉台设计受伤，本就因殿帅而起，不找殿帅算账已是厚道。殿帅哪来的脸面让我道谢？什么意思？陆童哼了一声，想了想，终是把先前在医官院门口遇到戚家马车、黄毛岗上和恶犬撕咬时戚玉台说的话一一说与他听。就因为你四处招蜂引蝶，惹得戚玉台为他妹妹打抱不平，如今戚玉台已经恨上我了，我日后想要再接近他又犯了难。裴大人，你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戚玉台的狗被我杀了，待回城，只要随意找个借口，就能让我离开医官院。崔民从前为戚玉台行诊，想找理由轻而易举。我若离开医官院，报仇一事，遥遥无期。怪我，这件事交给我。你不会离开医官院，戚玉台暂时也找不了你麻烦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我现在本就说不清。哼，反正今夜一过，你我二人流言也会满天飞。还是怕你那位未婚夫不满？哎，不过我猜啊，他应该不怎么介意。什么意思？裴云映挑眉，目光掠过桌上银戒。不是你。哦，年少有为，家世高贵，在宫里当差忙得很。陆大夫又与人家有救命之恩，金童玉女天生一对，此行上京就是为了履行婚约，
你闭嘴！哦，听那位杜掌柜的描述，我还以为他说的那位未婚夫是我呢。当然不是，宫里当差的人，一衣箱下去能砸死数十个不止。年少有为、家世高贵的贵门子弟，圣经也并不稀奇。至于救命之恩，我一年到头在医馆做馆，来来往往救命之恩记都记不过来，难不成个个都是我未婚夫？殿帅谨言慎行。哎呀，陆大夫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。陆童瞪着他不语。行了，都你的，别这么激动，当心气大伤身。不过未婚夫这个身份，你用来复仇倒是会行不少方便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也可以帮。不必，不用殿帅帮我什么。刚经过此事，你又才当着太子的面说过此话，就算戚家不满，也不会现在出手。我要回西街休养一段日子，正好有别的事要处理。如果裴大人真想帮我，就让这些日子不要有多余的事来打扰我，不管是戚家还是别的什么，给我多一点时间。好，你担心的事不会发生，戚家绝不敢赶你出医官院，也不会耽误你报仇。这段时日你留在医馆好好养伤，若有麻烦，让人去殿帅府寻我。陆童微微一顿，攥着药碗的手不自觉收紧，他好像撑腰撑上瘾了。宫里的去疤药，上回你不肯收，这回总肯收了，也算还你这些年的力气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不便久留，衣箱等下让人给你送过来。啊，对了，之子找回你衣箱的时候，里面那块白玉摔碎了，段小燕送去修补，过些日子再给你送还回来。不用，之子摔坏的，自然该殿前私赔。再说了，我看那块玉佩成色不差，光泽温润，应该是你珍惜之物。段小燕找的那家师傅修补工艺很好，陆大夫放心，绝对看不出来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掀开帐帘，弯腰走了出去。英雄回来了，你这一救美，殿下计划全打乱。戚家本来就对你不满，老师也瞒不住，你就不能忍忍？小二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，5年前我在苏南被人追杀，有个小姑娘救了我，她就是那个救我的人。所以你是为了这个救她？现在怎么办？提前得罪太师府，麻烦大了，你的陆医官也会有危险。今日起，我会让人盯着太师府动作，之后我要进宫一趟。这么冲动？算了，你比我想的好得多。还好你今日有分寸，我还担心你会一怒之下杀了戚玉台。你没猜错，我就是想杀了他。就算是你救命恩人，怎么一遇到他的事你就不理智？这可不是你的风格。年轻人垂下眼帘，我也想知道，为何唯独他不同？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你，受伤了，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段小燕送来的野物，厨房堆不下，没法做药了。下次你不喜欢，拒绝就是。或者，你可以让他帮你料理了再回来。心领了，不过没有下次更好。进来。陆童在屋里点上灯，刚坐下，就见一只草编石兰落在桌前。这是什么？石鼎轩的茉莉花饼，应该很合你口味。买这个做什么？那探望病人嘛，总不能空手上门吧？我以为殿帅过来是告诉我别的消息的。比如，你是怎么让戚玉台吃了这个暗亏的？你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在猎场数位里添了几个人，7家举荐之人。怎么样？这个礼物陆大夫还算满意？
见陆童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只是在想，丢了太师府这枚姻亲，裴大人这回亏大了。你又胡说什么？事实而已。话不能乱说，毕竟我已有婚约在身。都说了不是你。哦。陆童气急，他这模样分明就是不信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多谢殿帅送的玉鸡膏，好的差不多了，再过5、6日就能回医官院了。怎么有2瓶啊？谁又送了你1瓶？纪医官。纪寻？上次见你时还在被他教训呢。哎，还有猎场上戚玉台为难，他也为你说话了。哇，奇怪，你2人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？纪医官云中白鹤，正直无私，是不同流俗的君子，看见戚玉台仗势欺人，自然不平相助。先前嫌隙既解开误会，早已不作数，同僚送药也很寻常。君子？你倒是对他评价很高啊。就算他是君子，不过你刚才说5、6日后就回医官院，不用再多休息几日？戚家现在自顾不暇，不会注意到你。等再过些时日，我要回医官院。在裴大人眼中，难道我是这样一个坐以待毙之人吗？戚玉台放恶犬咬我，要么就把我咬死，要么他就自己去死。你做了什么？做我该做之事。陆童今日一早回医官院了。知道。你不去见见他？他才回去，想来很忙，晚点吧。我也有公务要处理。你真的不去看看他？我以为你会1日12个时辰贴身盯着保护。我又不是变态。萧竹风嗯了一声，仍站在门口没有离开。出什么事了？有件事儿和你说一下，你先冷静。说。今日一早，陆童出去给人行诊。谁？枢密院的人。阴冷暗室，火把幽晃。忙了这么久，陆医官也辛苦了，留下来喝杯茶再走啊。是，大人。从前听说翰林医官院新晋医官使医术精湛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大人谬赞，陆童愧不敢当。平人之身，悉皆做管，无依无靠，仅凭一己之力春仕夺榜，进入医官院。陆医官很了不起啊。侥幸而已。哦，侥幸？陆医官救的富贵人，可不是侥幸就能做到的。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下官出身卑贱，唯有尽心钻研医术，才能得贵人入眼，让大人见笑了。所以殿前司裴殿帅的当众相护，也是陆医官自己求来的。陆医官怎么不喝茶呀？这茶很好，不要浪费，尝尝吧。陆医官。良久，他伸出手，举起茶盏，将茶盏凑到他唇边，就要喝下。裴云映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严大人，你想做什么？裴殿帅，在我的府邸无礼，你也太放肆了。我还有更放肆的，大人想看，也可以试试。你怎么样？医官行诊，不知犯了裴大人哪条忌讳啊？行诊？不知严大人治的是哪一位，受的什么伤？不如请出来看看。哼，殿帅年轻气盛，但锋芒毕露未必是好，有时也需收敛啊。知道严大人老了，也不必一直提醒。我请陆医官行诊，
裴殿帅却闯了进来，莫非裴殿帅能做陆医官的主？你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债务关系。围猎场上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，严大人没有听懂吗？他是我的债主。那你今日是来做什么的？想动手？不是，我是来给债主撑腰的。殿帅还是太年轻，难道不知道光凭贸然闯我府邸、延误公务的罪名，就能让你吃尽苦头？真的？哎呦，说的我都有点期待了。严大人，我方才所救伤者，虽用归元丸吊住他3个时辰的性命，但他损伤过大，神志无法长时间保持清醒。1个时辰之后，他会再度陷入昏迷。倘若严大人有什么要询问对方的，最好趁着眼下神志尚明时询问，否则时候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你在威胁本官？下官不敢。梁朝律中严禁私设公堂不请旨，非法刑讯，无故监禁。刑统中又说，凡年龄在70岁以上、15岁以下，有残疾、废疾、赌疾者、怀孕者，享有特权犯官，不得用刑拷问。刑具统一规定为杖、背、腿、臀，每次30而止。方才所见伤者，断腿在先，伤重在后，应为残疾者。其身伤痕有烙铁、鞭刑、断指，已超刑统中30杖刑。如果下官刚刚搬出这个，这才叫威胁。不过枢密院官邸离皇城很近，案事必然为陛下知晓。至于伤者身痕，看时日已久，想来此之前就已经有了。种种罪名自然也与大人无关了。一路畅通无阻，右掖门离身后越来越远，直到走到廊庑。你怎么样？没怎么样，只是去给案室中的人治了个伤。他请我坐下喝茶，还没喝就被你摔了杯子。其实那杯茶里没毒。如果有呢？有毒也没关系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百毒不侵。日后如果再有可疑的人找你，你就先让人去殿前司寻我，若不在，找萧副使也是一样的。听见了吗？你很忌惮这个严大人吗？是，很忌惮。不过你倒是胆子很大呀。你指的是什么？拿刑统威胁严须，想来圣经也只有你了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就不怕人家恼羞成怒，蓄意报复？殿帅也知道我将梁朝律背得很熟，这个时候不拿出来用，岂不是亏了？再者，我是因为殿帅缘故惹上这一身麻烦，又是为你说话才会出口威胁，殿帅怎么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？为我说话？这么说来，人情债越欠越多，都让我有点无地自容了。我看殿帅倒是坦然得很。这样下去，我不会只有以身相许为报吧？殿帅这是报恩还是报仇？我让清风先送你回去。你呢？我还有些事没有处理完，晚点再来找你。不是我说晚点来找你吗？怎么自己过来了？医官院人多眼杂，不太方便。我想了想，与其你来找我，不如我来找你。可你主动往殿帅府跑，不怕损毁清誉啊？如今你我流言，人尽皆知，我若回避，反而刻意。外人看了，还会称我装模作样，掩耳盗铃。抱歉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我没有怪你。况且，你不是也不轻松吗？你又回去见严须了？陆童顿了顿，把衣箱放到桌上，从里面掏出一支药瓶递了过去。玉肌膏，你怎么没用啊？我这一点轻伤用不上，还是你留着吧。我还有一瓶。
陆彤打断他，又拿了一支竹片给他。要不你来？接过他递来的竹片，抬手抹在他脸上。裴云映顿了一顿，陆彤离他很近。陆大夫，你是不是想……青年轻身靠近，黑眸灿烂如星，唇角笑容明亮。非礼我。你自己来吧。陆大夫，能不能问你一件事啊？何事？当年长武县瘟疫之后你消失，真的是被拐子拐走了吗？良久，陆彤嗯了一声。那既然是师父离开时，为何不告诉家人一声啊？竹片被放回桌上，白瓷药瓶在灯色下细润生光。小姐，离开前能不能让我同爹娘告别？不行哦，这是你与我之间的秘密。你爹娘连服7日解药，一毒自除。但若你泄露秘密，最后1日解药变毒药，你一门4口一个也活不了。明白了吗？陆彤打了个冷战。后来他谨遵芸娘所言，每日煎了药为家里人服下。到了第6日，为家人服下解药，陆彤去城门口找芸娘拿第7日煎服的药材。芸娘让他上了马车，递给他一杯热茶，他不疑有他，仰头喝下。再醒来时已山长路远。不是说要连服7日解药吗？只要6日就好了。你骗我？是啊，不然你不就有机会告诉他们了吗？小姑娘，这个叫遗憾。走得匆忙，没来得及。所以你叫17，是因为你是你师父第17个徒弟？见他似是默认，裴云映牵了牵唇。你这师父医术很是了得，怎会声名不显？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裴大人，黄毛岗围猎场，太子遇险，3皇子也遇刺，谁会是凶手？你认为是谁？说不定都不是呢。我小时候总是和刘家兄弟吵架，有时为了报复，会偷偷将他们2人的麻糖一起吃掉，然后挑拨他们，让他们以为是彼此吃了对方的糖，其实是我干的。殿帅，你有你的秘密，我也有我的秘密。你我2人之间心知肚明，点到即止，不必再打听了。殿帅的戒指呢？当年在苏南破庙里，我替殿帅缝伤，殿帅曾允我一个人情，当年一诺，不知还做不做数？当然，你救了我，人情总要还。你想杀了戚玉台吗？我可以帮你。你不是有自己要做的事吗？要杀他，得蛰伏多久？半年、1年，还是更长？你很着急啊？对，很着急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想请裴大人帮个忙。什么忙？我想请裴大人替我画一幅画。夜渐渐深了，陆彤离开殿帅府，挑几个人去丰乐楼，照上面写的做。事件领命离去。之前你帮他是因为同情，现在是因为恩情，以后呢？因为感情。你知道世上有一种治不好的病叫什么吗？小二，什么时候你和段小燕一样，脑子里除了风花雪月没别的事了？我只是不明白。如果我说我希望他能大仇得报呢？我希望他能成功，真心的。去，给爷拿壶碧光来。碧光是丰乐楼的名酒，用碧光送着福伞，令人脚下生云，飘飘欲仙。戚玉台很喜欢。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进来的却不是拿酒的美人。你是谁啊？哪儿来的不要命的混账，敢随意闯本少爷的屋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
也敢在我面前自称少爷？这屋子我交了银子，给你一炷香，赶紧收拾滚出去！好大的口气！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！不等戚玉台说话，就来拉戚玉台，要把他推搡出去。戚玉台被这人抓着，对方身上挂了香球，离得近，顿觉一丝异香钻入心门。二人扭打作一团，两个歌伶早已吓得战战兢兢，面色惨白，争先恐后地往外跑去。倾倒的烛台中，微弱火苗却在这时骤然得神，一下子油亮起来。戚玉台猛地回神，面前不知何时火光甚亮，他下意识后退2步，脊背碰到身后的窗户，转身想拉开木窗呼救，手抓到窗户边缘，却如窗外横着一堵看不见的墙，怎么也推不开。窗户被锁上了，小木楼立在黑暗里，成了一座团团火焰山。有人！屋内滚滚浓烟，戚玉台捂着口鼻，慌忙地看向四周。与他扭打之人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，那幅取代了他喜欢的美人垂泪图，看起来不怎么令人舒适的惊蛰春雷画被火燎了一半，卷叶卷曲，却似梨园幕布，徐徐升起，露出下头另一番景象来。这春雷图之下竟然还藏着另一幅图，那是一幅极漂亮的画眉图。杨翁，耳边传来清亮周啾，一声一声，声声欢悦。别找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太师府公子，我给你银子，我给你，别找我，别找我。所有救出来的人都挤在木楼不远的凉棚下，裹着毯子，经济未消。啊，这人是太师府公子，在哪儿啊？太师府公子在哪儿？在这里。申应凤拨开人群，低头一看，天可怜见的，这么大火，这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应当是受惊不轻啊。没事了，戚公子，火已经灭了。戚公子，我是戚太师府上公子，我是戚公子，我给你们银子，好多银子。画眉，你有没有看到好多画眉？好多好多画眉，画眉流血了，要来杀人了！什么情况？这人真是戚太师府上公子，怎么看起来倒像是疯子？仆役推窗，一只竹筒轻轻地贴上他的面颊。这是什么？白荷花露。胭脂胡同起火，城里卖甜浆的摊车一夜都没了。路过巷口看见的，省着喝吧。陆童没有与他客气，接过竹筒尝了一口。如何？还不错。清风在外守着，不用担心。进来说吧。裴云应一怔。怎么了？锁着门我怎么进？走窗吧，反正对殿帅来说也不难。才往门方向走了2步，身后传来一声轻响，裴云应跟了上来。确实不难。幼稚。殿帅怎么会来？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七姐压下戚玉台的事，别看现在流言纷扰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平息。丰乐楼服食寒食散一事，最终会变成另有其人。那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就是戚玉台现在还疯得厉害，一时好不了，所以呢，暂时没办法出门证明自己。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仅仅只让他发疯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干脆一把火烧了他？不怕他好了，放虎归山。胭脂胡同附近就有望虎楼，2处前虎铺相距也不过1里，火势一起，怎么都会扑灭。
但若用其他法子杀他，难免留下痕迹。太师府不会善罢甘休，只会牵扯更多麻烦。纵而非放，我有自己的法子。累其气力，消其斗志，散而后勤，兵不血刃。原来不是放虎归山啊，是欲擒故纵。我现在是越来越好奇了，陆大夫究竟打算如何对付太师府？这次多谢你了，裴大人。陆统想了想，伸手打开腰间挂着的囊袋，从里头摸出一只小小的粉色的瓷罐，递给裴云英。这是什么？金显荣的保养之药，我为裴大人也调配了一副。此次大火，多亏裴大人帮忙。我想了想，苏南一面毕竟也是多年前之事，这算是我送裴大人的谢礼。拿走。大人不妨收下。我换了方子，先前黄毛岗猎场之后，殿帅让人送来猎物，我取了其中的鹿血。鹿血性热，温肾补阳，养血益精，对肾阳不足颇有滋补之效，用来入药最好。御药院也做不出第二瓶。你要是再推给我这个东西，我明日就让人在皇城里散布流言，说我是你未婚夫。他默默地收起药罐，这人不识好歹且不要脸。不过你是怎么想到把丹砂和那些药汁混在一起的？父亲从班社听来的方子，后来家里校考功课时，我用来作弊。作弊？不错。他一定对我很失望。我倒觉得他会以你为荣，一个人单枪匹马杀上圣经，给全家报仇，杀了3个仇人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一个看着也快了。我若将来也有这样的女儿，一定很自豪。令尊要是知道你如今做这些，应该只会心疼。我若将来也有这样的女儿，殿帅这是占我便宜？我这是在安慰你。我又不低落，何须安慰？虽然如今戚玉台暂且失智发狂，但崔明为他行诊，将来或许恢复清醒。一旦恢复清醒，戚玉台说出丰乐楼失火当晚曾与客人争夺上房，谎言即刻会被戳穿。戚青那只老狐狸未必不会察觉此中蹊跷。陆大夫，你不怕他告诉戚青线索？不怕，一个疯子的话，谁会信呢？哼，恐怕连他的父亲也不会相信自己的儿子吧。段小公子怎么来了？上回之子摔碎了陆一官的玉佩，大人寻了个工匠帮忙修补，昨日说修补好了，我看过了，一点裂缝都瞧不出来，就是工期长了点，不过也值得，是吧？段小燕见他接了匣子，放下心来。东西送到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大人近来公务缠身，有时不在殿帅府。陆一官若是遇到了麻烦，或是医官院中有谁欺负你，你就来殿帅府寻我，我还是能帮上点忙的。多谢。不用谢，你是大人的朋友嘛，那也就是殿帅府的朋友，帮忙是应该的。好了，快回屋吧，门外日头大，当心暑热。言罢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。齐医官，你在制新药？不是，想改改旧方子而已。齐勋认真地盯着手中的原玉。4年前，我也曾路过苏南，陆玉一病者在客栈为他解毒数日。离开时，将白玉压在客栈中。此玉为我母亲所赠，刻纹多出一根琴弦，乃是我亲自所画。这是我的玉，陆医官，不知你从何处得来？当年苏南一别，公子留下此玉，如今是该物归原主了。齐医官，这是你的玉。当年苏南一别，陆医官后来又发生了何事？齐医官走后，我所中之毒不久就痊愈了，之后回到家中。2年前家人病故，就来盛京
投奔一房表亲。远亲今在何处？过世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至西街做馆行医，以求自立。但你为何不来长乐坊寻我？当初临走时，我与你说过，若你想去太医局，我会帮你。我医术不精，知见浅陋，如河泊观海，井蛙窥天，怎好自曝其短，惹人笑谈。我不知你师承何人，但以你之医术，能治出春水生仙仙，早已胜出太医局学生多矣，何必妄自菲薄？我毕竟出身微贱，所以这也是你进入医官院后仍不肯与我相认的原因。你是医者，眼中应只看急症，不分贵贱。何况自清，你医术天赋过人，又聪慧勤奋，或许你对太医局存在偏见。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太医局所授医经药理是寻常医行学不到的。你愿意进医官院有此心抱负，更不应浪费天赋。我知你过去所学医理与寻常医行医理不同，我会为你寻来太医院学生所用书籍，你若无事，尽可能多翻阅。若有不同看法，可来此处找我。吉医官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学医只是为了糊口往上爬，与你善泽天下的初衷不同。你若只是为了糊口，就不会进医官院这么久，都不与我相认了。陆童哑然，其实我并非你想的那样。过去我误会你攀附富贵，医德不正，是我偏听偏信之过，我向你道歉。从几寻的药室里出来，陆童轻轻地舒了口气，白玉物归原主，了却了一桩旧事。陆医官，这是你春试大方脉医科考卷。是。当初太医局春试除验状科外，你其余9科考卷形制皆与太医局历年不同，尤其是辩证药方，追究起来用药霸道，实属出格。但我还是点了你入红榜第一。下官不知。我与你同为平人出身，悉你才华，不忍见明珠蒙尘，是以虽医官院众人反对，仍让你做红榜第一，望你将来人心施术，以振平人声望。大人抬爱，下官惶恐。 9科卷面我都已看过，你似乎对研制新方颇有见解。10科卷下最后一问，皆有新方阐述，这很难得。我曾试过你的这些医方，各有见解，实属奇效。但有一方，我也不甚了解，所以找你亲自解惑。陆医官，脉门冬、远志、丹参、知母，此方安魂魄，止经济。但若病人除此之外，枉然如狂吃，烦邪惊怕，言无准评，此药方似乎药效浅薄，或许使妄言妄见之症减轻，但神不守舍、心胆背惊之状犹在，如何改进呢？院士，这是在立木考核？只是与你探讨医理。医道无老少，你与我此刻并非上下级，同为医者而已。我想听听你的见解。回院士，春试考场答题时间短暂，此方乃匆匆写下，的确多有不妥。其实出考场后，下官细细思索一番，的确写得浅薄了些。狂惑疯癫之症，病由并非一种，或少有心疾，生来有恙，或风邪入血，经济入侵，又或情志变化，刺激过度。不知院士说的是哪一种？若是情志变化，
刺激过度呢？可治。如何治？经济狂惑，有火有痰，下官斗胆妄语，若在先前考卷所写药方中加入白及、胡麻、淡竹粒、黄柏、柏石、血竭，再辅以金针刺入，病人心胆背惊之症，或许将会减轻许多。陆医官果然见解独到啊！大人，下官此方并未经过验证，只是根据急症胡乱猜测写下，并不确定。若要行此药方，须得验看药效方可。我知道，先前事务冗杂，没来得及问陆医官，伤可好得如何？已大致痊愈，多谢院士挂怀。委屈你了，陆医官。陆医官怎么会用银药罐？别动！我不喜欢别人动我东西。陆医官，许久不见了。陆医官这里是有客人？段小公子，裴殿帅，可是有事吗？有事有事。陆医官，我这几日啊，恐怕又积食了。听说大人要来医官院问你宝珠小姐的方子，就正好一同前往。上回陆医官给的这个下食丹，我用着很好，再来讨2瓶。段小公子常积食，只用下食丹恐怕不妥，我还是替你诊脉，重新替你配一副调养脾胃的方子，慢慢补养才是。好啊。陆医官有病人要看，我便不再多留。送来的金鉴10方记得看完，过几日我再来问你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陆医官的玉吗？怎么会在你身上？几寻一愣，陆童也呆了一下。裴云映慢慢皱起眉，目光定定落在几寻腰间的玉珏之上。对，这就是陆医官那块玉没错。段小公子，这本就是我的玉。但这分明是陆医官的玉佩啊，这不知段小公子此话从何而来？这块玉本就是我的，自小不曾离身，或许是看错了。言罢，暗暗对陆童使了个眼色，这一点眼神交错，落在另一人眼中。裴云映目光微动，不是一块吗？但我看着就是一块啊。几寻不欲与这几人多做纠缠，只微微一颔首，推门离去了。段小公子坐下吧，我先替你诊脉。哦，他身上的玉就是你的那块玉吧？是。那为什么那玉在他身上，你把玉送他了？我与几医官从前在苏南认识，当时曾有过一段渊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几医官就是陆医官的未婚夫啊。不是，仁心医馆的杜掌柜不是说，陆医官你有个在宫里当差的未婚夫吗？来盛京就是为寻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俩多年以前在苏南见过，你救了他，他给你留了块玉佩做信物，如今你俩相认了，名分从此分明。原来这位就是真正未婚夫啊。你也留了信物给他？也，陆医官还留了信物给别人吗？谁啊？陆大夫到底在苏南捡了多少人呢？莫非每一个都留了信物？留信物也没什么不对啊，不然天南海北，谁还记得故交恩情啊？我先前还以为杜掌柜随口唬人呢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陆医官，你和几医官之后是要成亲还是怎么的？哦，对了，这块玉可是我送回来的，能请我和芝子喝杯喜酒吗？都说了不是。二位今日到这里来，总不会就为了闲谈此事吧？姐姐做了点心，让我给你送来。多谢。下月初7是姐姐生辰，姐姐让我和你说一声，邀你去府上。知道了。段小公子，等一下拿着方子去钱塘，有其他医官会为你抓药，我眼下正忙，就不送了。言罢，径自出去了。原来如此，哥，咱们修内玉花了不少银子，结果原因是给几医官的。反正几寻是陆医官未婚夫，是不是可以问他要回银子啊？
他好像没有承认纪寻是未婚夫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。你想啊，陆医官把那玉佩放在衣箱里，日日不离身。先前咱们就怀疑这玉佩对他意义非凡，若不是未婚夫，他干啥把纪寻的玉这样细心保存啊？要说陆医官眼光真不错，纪家公子虽然性情孤僻一些，但家世容貌都还不错，又是同行，单看外表，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金童玉女啊！你收了纪寻银子？没啊。这样吹嘘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他纪家的人呢。下午你去宫中轮值。哥，今日不该我轮值。但我看你很闲，闲到有心喝人喜酒了都。不是，哥，我就是……立刻就去。哦。别动，陆医官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。陆医官不喜欢别人动他东西？不错。原来如此，可我不是别人。陆童进屋的时候，屋中气氛有些奇怪。陆医官，我有话要与你说。好。可否请裴大人暂时回避？裴大人，请先出去吧。裴云映蹙眉，定定盯了他片刻，仿佛被气笑了，一言不发出了门。陆医官，坐下说吧。好。你被停职一事，是否另有隐情？纪医官应当已经听说了。随意翻看药单，的确有悖规矩，但你被停职的真正原因，应该是控诉崔院士剽窃药方一事。控诉？不是诬陷吗？纪寻接过茶盏，默了一下，道：“我看过你的药方。”什么？太医局春试后，红榜所有学生的考卷我都看过，你的10份药方皆有不足，但也不乏精妙之处。若加以改进，未必不是救命良方。我回医官院后才知你被停职一事。竹灵问过当时医官，按你后来所言增添药材，我看过药方，的确对治疗癫痫有效。莫非纪医官认为我是被冤枉的？相信我所说，院士剽窃了我的药方？没有证据之事，不可胡说。仅凭你只言片语，的确无法判断。最重要的是，七公子究竟是不是癫症尚未可知。七公子的医案，只有院士能看到。外头传言，七公子只是受惊。从前我不明白，现在我知，平人医官在皇城中行事，比我想象中艰难更甚100倍。今日我来，只想告诉你，七公子一事，或许暂时无法还你清白，但我会与院士说明，3月之后，一定让你回医官院。当年苏南一行，我曾说过，你若来盛京太医局，我会照拂你，但你并未前往太医局，我还对你诸多误会。如今你既进医官院，若遇不公委屈，我自不会袖手旁观。纪寻叹息一声，又低头从布囊里取出几个精巧瓷瓶，这是神仙玉鸡膏。你回到西街，时时取药不太方便，我新做了几支拿给你，不必减省。你的伤应当更细致养护，以免日后落下疤痕。多谢纪医官。指责院士一事，或许是我太捕风捉影，未经求证胡乱攀扯，确我之过。院士责罚停职也是应该，此事到此为止。纪医官原本也和此事无关，之后也无需为我费心。待3月后，院士如何安排，陆童都坦然接受。至于这些药膏，既是纪医官一片心意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如此也好。黄毛岗受伤后，你本就应该多休息些时日。这3月，你就在西街好好养伤吧。时候不早，我傍晚还要进宫一趟，不便多留，告辞。他冲陆童拱了拱手，这才起身告辞。他倒是大手笔，送你这么多秘药。殿帅有话对我说。我忙了几日，一回殿帅府，就听说你离开医官院的消息。本还担心你不习惯，没想到你适应得很好，日子和在医官院时也没什么两样嘛，连同僚都追到西街来了。
殿帅若想要，送你就是，全拿走吧。人家送你的，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况且这对你伤有好处，自己留着用吧。所以，为什么离开医官院？离开？殿帅，我是被停职。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吗？你为何非要闹这么一场？我欠了苗先生一个人情，本来说好进医官院就该动手，耽误这么久，是时候还了。只是为此？我以为你有别的计划。哎，你该不会在方子里动了手脚？陆童笑而不语。难道你一早就知道七玉台有疯病，所以提前布置？春逝时，我不知道七玉台素有颠疾，我只知道崔民是个会窃人药方的小人。我虽写了10副新方在每科考卷下，以诱对方贪心上钩，却也故意留下缺陷。崔民是个并无真才实学的小人，就算拿到方子，虽有益处，却未必能补上缺陷。但那时不得不寻求写药方的主人帮忙。如此一来，我对崔民来说永远都不会成为废子，永远留下一线生机。我没有殿帅想的那般厉害，能提前预料将来发生之事。崔民会用此方给七玉台治病，也出乎我意料。是老天将机会送到我面前，我将计就计而已。行事之前留下后手，毕竟一副方子要想得来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将欲败之，必固辅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现在想想，当初我得罪你时，你应该对我手下留情了吧？殿帅谬赞。那药方有什么问题？他会疯吗？或许。原来你打的这个主意啊！崔院士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为何在这里？他当然在这里。苗先生是仁心医馆的坐馆大夫。坐馆大夫？他是罪臣，怎么能坐馆？为何不能？当年苗先生被赶出医官院，医官院对他的惩罚这一条里，可从不曾说过将来不可再度行医。你来干什么？崔院士是来找我的。不错，我来。你们是一伙呢？你何时开始在这里坐馆？春逝之前就在了。崔院士怎么会突然前来？莫非七公子又发病了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留下有问题的方子诱我上钩，就是早已料到今日。你在说什么？是不是故意很重要吗？将别人所有之物据为己有，迟早有一日会付出代价。崔院士，就算春逝考卷上的药方有问题，就算在你药事中我所言材料有所错漏，只要你不生出觊觎之心，甚至只要在做这件事之时顺带提一提我的名字，今日便不会落到如此被动的下场。这么多年来还是只会同一招，看来你不仅卑劣，而且愚蠢。陆童，你为了对付我，为了报复当年之事，竟敢对太师公子动手，你完了，他也跑不了。戚家绝不会放过你们，你这是找死。这与我何干？方子是崔院士亲自研制，这一点当初当着医官院众医官停职时就已是尘埃落定的事实。院士身为医官院之首，总不能一出问题就往旁人身上撂担子吧。陆童，要怎么做你才愿意补上方子中的错漏？只要崔院士线下向天下人说明，当年所书崔氏药理乃窃取自前院士医方手札苗氏良方所著，且承认当年陷害副院士之罪，告诉大梁所有人你就是个沽名钓誉的骗子，我就放过你。不可能，你
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齐玉台的病情，全盛京人都不知道，你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你以为你能活得了吗？崔院士，你不是活下来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崔院士忘了一件事，太师府需要一个治病大夫。你我同出身于平人，谁去都一样。我当然不会死，因为我要将你取而代之。天色全然大亮，街口坡下的清水已经被清晨的热气蒸开，照着一点日头的金色。崔明二人已经离开了。小陆，刚才真是崔明过来了。是。哦，我快不认识他了。小陆，刚才崔明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留下有问题的方子，又催民拿有问题的方子给太师儿子治病，你胆子太大了。苗先生，药方是我在春试考卷中写下，春试时我尚未进医官院，连太师府有什么人都不清楚，如何能知道将来戚家公子会犯病呢？还恰好犯的是颠疾。你是说这是意外？不错，先生也知道我的新药方一向不够稳妥，没想到戚家公子会突然发病，崔民竟胆大包天，直接窃取，连药方中不足也不曾发现，才会自作自受。那他怎么一口咬定是你动手脚？丧家之犬胡乱攀咬也是自然。先生放心，我又对戚家并不了解，怎么可能提前做局呢？是他自己亏心事做得太多，业力回报而已。可是小陆，如果戚公子一直不好，崔民继续发疯，会不会连累到你？不会。为善者天报之以福，为恶者天报之以祸。崔民为恶多年，是该大祸临头了。又过了2日，盛京医行出了一件大事。当今翰林医官院院士崔民被人举告陷害同僚，剽窃医官药方，崔家一夜之间下狱，连带着崔民最信任的下属曹怀一并倒了大霉。你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来只为问一句，当初医官院中，你为何要陷害我？为何？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？苗良芳，你太自负了。其实你什么都不懂。如我们这样的平人进医官院，若无背景之称，仅有医术，也不过是立个靶子给人打。你被人欺负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不过是你的陪衬，衬托你身为平人是有多么出众的天赋，有多么的了不起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为何不这么想？如果你有半分念及我，当初副院士之职就不会推荐别人了。我没有推荐你，是因为副院士之位要看立木考核的成绩，你的成绩并不合格，所以你为了这个陷害我。苗氏良方在你手中没有价值，它真正的价值是可以换来富贵和前程，抛弃那些无用的清名，让人当上人上人，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你过上好日子了，那你现在做到人上人了吗？人命贵贱，胎中自带，这辈子没指望了，下辈子希望我投个好胎。卑贱贫穷，非士之如也。如今你冤屈既洗，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今后打算如何？回医官院
做你的院使？我不回医官院，我老了，腿也不好使了。这些年圣经医籍变化不少，医官院早已不是当年的医官院，回去也做不了什么。我以为你做这些是为了拿回院使之位。其实当年之事我早已看开，离开熬煮药膳本就是我有错在先，至于你拿走苗氏药方，说到底也造福天下医工，利民之举，不必追明。若不是小路出力，我根本不会与你纠缠。陆统，原来如此。会咬人的狗不叫，我这条狗下来，他这条狗上去，会咬掉戚家一块血肉来的。苗良芳皱眉，你在说什么？崔民却闭上嘴，不愿再多说一个字了。外头的狱卒走了进来，摇了摇铜铃，示意探视时辰已毕。苗良芳扶着拐杖站起身来。阿民，走到如今这个地步，你可曾后悔过？待他走后，空荡荡的牢房里再无一丝人气。躲在角落中的人将头埋进掌心，一动不动。久久后，从掌心里发出一声轻微的饮气。姑娘，我还是不放心，要不找小裴大人帮忙？找他做什么？小裴大人手下人多呀，我看话本里那些个王爷将军手下总有几个无所不能的侍卫，让他分一个给你，藏在太师府里，若你有危险，还能护你一二。这话本太过离谱，日后你也少看。太师府禁卫森严，与医官院不同，他想安排人进去，并非易事。再者，欠裴云英的人情已经够多了，再多下去，就快还不上了。还不上就送礼嘛，拿人手短，咱们送些厚礼给他，收了东西总不好不帮忙吧？哎，姑娘，你可知小裴大人平日喜欢什么？咱们问杜掌柜提前支点银子，凑钱买点贵礼送去。要是生辰最好，他生辰是多久？我生辰在姐姐生辰1个月之后，8月19。怎么，你要替我过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这医馆的确不如太师府戒备森严，我在门外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声，怕你们出事才进来的。小裴大人到了，我去厨房煮壶热茶来。裴云映走进屋，把手中竹篮搁到桌上。这是什么？茉莉香饼。石鼎轩的。路过，刚好有卖剩的，顺手买了一盒。陆童沉默。一盒香饼而已，又不贵重，你怎么那副表情？都已经子时了，殿帅还四处乱跑，难道不曾听过休养安神的道理吗？熬夜会死。死就死吧，人固有一死。你要去太师府了？是。怎么会去戚家？我以为你是想借崔民的手杀了戚玉台。无知无觉的死，实在太便宜他了。你进太师府是为了给他下毒？不，我会治好他。疯子得不到惩罚，只有清醒的人才会获罪。至少他死前应当是清醒着才对。戚青并非傻子，昨日起已让人去苏南查你的底细，我已让人处理，但就算查不出底细，戚青也已经怀疑到你身上。之前他已令人查过一回长武县陆家，戚青很敏锐。我知道，先前他来仁心医馆时已经试探过我一回，就算他去苏南查也查不出什么，至多证明我说的是事实。戚青知道我心怀鬼胎，但他没有办法，因为只有我才能救治戚玉台。在他的眼里，我是个自作聪明、胆大包天、
妄想与高门做交易的贱民。他轻视我，所以我才有机可趁。进入太师府后，你打算如何？攻强以强，离亲以亲，散众以众。我总有我的办法。但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殿帅，这世上有父母为儿女杀人放火，有儿女为父母报仇雪恨，很公平。复仇从来都很危险。这次不同，你去太师府是将自己独自置身危险之中，他随时能对你出手。如果你出事，周围没人能救得了你，我让人混入太师府接应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就行。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？什么？你是我债主，可以随时支持我，只要你说，我就会去做。救命之恩珍贵，人情也用在刀刃上。日后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想请殿帅帮忙，但那时不会和殿帅客气的。何事？现在不便告诉你，等时候到了，殿帅自会知道。神神秘秘的，你对付太师府的计划可靠吗？真的不需要帮忙？殿帅也听过一句话：莫言炙手，手可热；须臾火尽，灰易灭。物极必反，恶极必亡。有的人也到了该灭亡的时候。离开仁心医馆时已经是深夜。之前给戚家准备的钉子，送一颗进去。大人，要提前动手吗？不是，明日陆同进太师府给戚玉台治病，暗中护好他。清风领命离去。殿下要是知道你这副模样，一定很后悔将你拉扯进来。你现在看着不太冷静。你是怎么说服我爹的？是戚大人亲自找的下官。这里面不会有毒吧？戚公子说笑。谅你也不敢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陆医官喂我一下。陆童垂下眼睛，端起药碗，拿起汤勺凑至戚玉台唇边。不知不觉，他将一碗药喝完。陆童放下空碗，戚玉台眯着眼睛看他。上回在黄毛岗宁死不跪，我还以为陆医官有多清高呢，没想到还能见到陆医官这么低三下四的一面。怎么，你那位好情郎裴云映呢？让你来伺候我，要是他也看见你低眉顺眼的伺候别的男人，不知还会不会要你啊？医者治病，天经地义，戚公子慎言。戚公子记得每日按时服药，不要过多走动，多在府中休养。戚大人叮嘱过，渐进立秋，被褥不可过薄，屋中熏香时时更换，虚时前务必就寝，饭食清淡。每日的药不是你来做吗？又看一眼门口边上的矮榻，神色玩味。哼，你都与我共处一屋了。先前戚公子病急，下官留在府上为戚公子治病。如今戚公子已醒，病情亦有好转，戚大人准许下官回家，日后每隔一日登门为戚公子号脉施诊。戚公子大病初愈，切记尽心养护。先前病中戚大人对公子事无巨细的关心，戚公子切勿辜负戚大人一片爱子之心。言毕，对戚玉台施了一礼，低头退了出去。贱人，祭典之后，看我怎么折磨你。你刚喝了不少贵酒，醒醒酒吧。你怎么没把它重新搭起来？试过，搭了几次没搭起来。先来忙，等空了再搭。这是你自己削的？喜欢啊，送你一块。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你说。你搭木头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没什么特别。我过去呢，有时遇到麻烦，觉得棘手，就会削一块木头，算是发泄吧。用心做一件事时，心里会平静许多。如果解决了麻烦，
就放一颗木头上去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成木塔了。所以，你已经解决了那么多麻烦？还行吧，还是陆大夫厉害，写在纸上，杀一个划一个，听上去可比削木头刺激多了。彼此。既然我回答了你一个问题，按规矩，你也该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只要我能回答。先前你说上京来寻未婚夫，你编撰的那个未婚夫，是以己寻为本吗？不是。哦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他抬眼看向裴云映，世子，陆姑娘，小姐已经睡下了，夫人说现在就可以出门了。知道了。这是第二个问题了。他兀地站起身，把茶盏往桌上一搁，卓群匆匆出了屋门。